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 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10味健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滴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212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69。BioBegin,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health products from New Zealand. Each kind of natural material is extracted by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Make babies thrive. BioBegin. Better begin for the baby.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燕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
大家早上好，您现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西区凶杀案华人嫌犯昨日过庭，检控双方均要求做精神鉴定。8月14日上午，于7月29号发生的西区杀人案，嫌犯在奥克兰高等法院过庭。这起谋杀案发生在奥克兰西区的 Massey， 受害者是一名63岁华人嫌疑犯的前伴侣。据报道称，嫌犯昨天出庭，身着一件灰色 T 恤，全程无话，身边有华人翻译为其服务。法官表示，由于控方与辩方均要求对嫌犯进行独立的精神检查，所以直到10月16日前的 case review 之前，嫌犯及受害者的姓名及照片均不可公布。本案的陪审团终审日将定于明年的10月27日。这名63岁的男子将面临谋杀以及违反保护令的双重指控。目前，该男子并未申请保释。Paula Bennett 操盘2020大选，将不再出战选区。国家党副党魁 Paula Bennett 昨天宣布，将在2020年担任国家党竞选主席。为了专注这一工作，他将不再出席 Upper Harbour 选区，而将通过党内排名直接进入国会。Paula Bennett 目前表示党内排名第2，他希望 Upper Harbour 选区需要一个全心全意为选区服务的议员。由于他此后的工作主要是为国家党操盘2020大选，因此国家党将推出一位新的议员选区来取代他的工作。国家党主席将他称为一位杰出的选举操盘手，拥有10多年政治的经验，成功为国家党拿下了 Northcote 补选。国家党也在本周同一时间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选区议员的候选甄选活动。肉类价格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新西兰统计局昨日发布最新数据，2019年7月份肉类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整体食品价格的指数上涨。数据显示，肉类和家禽价格上涨2.8%，鸡肉、羊肉、牛肉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猪肉价格下跌的影响。鸡肉是本月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上涨为7.1%。7月份的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8.61纽币。除了7月月度的价格主要驱动力之外，鸡肉价格的年增长率也高达8.8%。2018年7月，鸡肉的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7.91纽币。蔬菜价格是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大推动因素，当月食品价格上涨3.7%，西红柿对月度价格波动的贡献最大，其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6.59纽币，6月份为5.28纽币。总体而言，2019年7月份食品价格总体上涨1.1%。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东京奥运会测试赛被曝游泳水域臭味扑鼻，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据报道，在8月11日东京奥运会公开水域测试赛后，一些运动员表示当地水质令人堪忧，臭味扑鼻。这些运动员中既有日本本土选手，也有参加过几届的奥运会元老，甚至还有奥运冠军。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片水域即将进行的奥运公开水域铁人3项比赛表示担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东京湾的问题了，2年前这里就曾经被爆出大肠杆菌超标20多倍。那么，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日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美国国家公园下起塑料雨，90%雨水含有塑料纤维。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科罗拉多州不同地点收集的雨水中，包括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山峰里，约90%的雨水含有细小的塑料纤维、珠子以及塑料碎片。据报道，在这项塑料蚁的研究当中，研究员在显微镜下分析了雨水，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各种颜色的塑料微粒。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首先带来的是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正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Pre Weekend， 这周过得真的是太快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昨天是小周末，今天是 Pre Weekend。你敢相信明天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吗？这么听起来有没有很爽？没有，虽然今天还没有过，因为我今天、明天都有加班的工作，然后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崩溃。但是明天真的应该说这个周末，明天你也要加班？怎么能说加班呢？明天我们也有特别工作，我们有活动，那么精彩的活动，是我们去吃去喝去，那怎么能叫加班呢？对不对？你这个话，大家可能一上来听着就懵了。当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周末不是有建筑展，还有 Baby Show， 对，所以说呢，活动真的还挺多的。而且暂时目前看到的天气预报呢，是说，天气情况也不错，所以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出去玩一玩。小娇的天气预报不能尽信好，我从今天就开始念，周末下雨。好吧，没有这你周末下雨的时候，你看周末就会天气好。对，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念周末下雨。你知道我在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说，他说你要真的能有这个能力，你就说我变胖，然后你已经够瘦了，你不用。不是说你说我，对，你说我，比如说像 Damian， 我就会说你马上就会变胖，或者你减肥肯定不成功。大家就说你要有这个。然后接着我就真的胖了。就说这个，就是这个准。就天气预报说不准，对，是吗？那我到底应该说真的呢，还是反着说呢？刚才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你知道在群里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说：“现在赶紧抽奖吧，现在人少。”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已经把握住了握住我们的命脉。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太给他们权利之后呢，就会放肆。各种的，你像我就是抽奖女王，然后发话了，就是给了我权利，让我选择什么时候，一天3个小时，我就这3个小时的时候。以前燕在的时候也是你负责抽奖，那我是个女的。好，那你们要让着我，对吧？所以就说这个抽奖，我就这3个小时说了算，说什么时间可以抽奖，然后现在变成大家要求我什么时候抽奖，对，你知道吗？然后现在比如说大家会要求咱们读他们的评论，对，之类的，我们非常好控制，我太好控制。好了，今天我们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在国际也好，在新西兰也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一条一条跟大家来说。但是一大早呢，先抛出个话题，这个其实也跟新西兰的现状是有关的。就说到你每次开这种头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种新闻。其实这个也算是有一点点哭笑不得。说什么呢？就是现代人可能比我们再年轻的一代，我们已经被拍在沙滩上的一代嘛。就说真正的95后吧，别把90到95的这些孩子，95到，因为我们还离90有点近。对吧？我们俩太近了。我们是85后嘛，对吧？然后之前大家前几年一直说80后，后来就变成了90后、90后，然后把我们就跳过去了。对呀，所以说我现在就说95后就95后、00后的这一批，现在大家在讨论新西兰的年轻人在讨论什么呢？可不可以不买房？我就是一辈子租房。可以，从我的角度上可以，但是我要买。因为你不是95后，我不是，对啊，因为其实你看这个问题，我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扎心？因为最近我要过生日，又要老1岁了。没有，这件事这样啊，其实这件事我跟我妈一聊，Damian妈又出场了，我跟我妈绝对要来一次节目。对我妈说为什么要买房呢？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就说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看现在利率这么低，然后比如说房价也稍微有一点回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买房？我妈说：“可是你买房你就不能搬家了哦。”我说：“我可以换嘛。”我妈说：“换房哪像？”我妈说：“对，换房你说这个80岁老太太是不是特别明镜？”所以说真的就说到这儿，今天早上我真的听到这个话题还挺有趣的。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呢，真的就开始在讨论这个话题了。他们就在说：“你看我租房。”我又不需要管这个房子的任何东西，这个房子不是我的，虽然我会好好照顾它，但比如说房子哪个地方坏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就给房东打电话或者给 agent 打电话过来修。是。然后呢，如果要是真的这个房子有任何的问题，也是房东要去买保险。比如说装保温棉，对，就或者这一类的，然后装报警器。然后我这个地方住的不习惯了，我换个工作，我就换一个房子。我今天我喜欢这个风格的房子，明天我喜欢那个风格的房子，或者我想去别的城市了。对呀，我立刻拍拍屁股收拾包就我找着工作，立马就走了。对，他说这种生活方式在年轻人当中就未尝不可。
这是他提到的，而且他就说呢，当然这个话题在新西兰是炒的比较多呢，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边对于租客的保护也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他们没有那么担心会被随时踢出去。但是他们可能会面临支付不起房租。他们的现在的感觉就是说房贷便宜吗？你以为背房贷，当然房贷还是要比房租贵嘛，对不对？从某种程度上没有，房贷不贵，就贵的是什么？你拿不出来首付。那倒也是，对吧？你说现在90后的人谁能拿得出来首付？如果不靠家里的情况下，光靠自己去创业，那真的是比如说凤毛麟角的人。我那个年代可以，就是我好像没有，就比如说早10年我们出来工作，我们要好好存钱。对，我没有，就是我的来到新西兰的，我们这一代是可以的。对，像我们有很多的首付就是2个人一起攒下来的。是啊，这个我有朋友那个搭伴养老的。对呀，就现在真的不行了，因为现在的首付太贵了。我们那时候买房子，这不是拉仇恨啊，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买的时候在新西兰买房子，那跟现在可能就1半的价格。没有，你看这样啊，我就再举例，你看这个数学好的对面，然后又要举例了。咱们就说昨天不是说数学好的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那个奥克兰的房价中位数，然后现在是85万左右，对吧？如果85万左右的话，你现在租一个房子，你现在租一个比如说2房3房的，然后这是大家500左右。租金如果要是远一点吧，然后就85万的房子也就是远的，你也不可能在市中心，对吧？你开玩笑。然后大概可能500左右。那如果说你想要 cover 掉你这个变成贷款500左右的话，那你就要贷款大概可能40万到45万左右，然后就你还一周你还是还500到550，对吧？差不多。然后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拿出来40万的首付。对呀。40万的首付啊！所以我就说嘛，你相对来说，你不可能拿得出，不是不可能啊，就是大部分人是拿不出来40万。90后嘛，我们现在说嘛。对呀，所以说他们贷的款肯定是比这个要多，所以等于说你每周还是要比租金拿出很多钱去还贷款嘛。对，你可能要招租客了。对，然后你就变成那个房东了。所以现在呢，大家才会引起这个讨论嘛，就是那我们既然现在这个法律也把租客保护得很好，而且呢，大家也比较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你像一些大城市啊，比如说像在纽约。在伦敦，很多人都是一辈子不买房的。再包括现在像东京，别的像纽约和伦敦，我不是特别清楚啊，所以我不敢这么说。但是在就是比如说在东京，你熟悉的悉尼也不行，东京是比较好的例子。悉尼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是可能接着下一个发展到的可能就是悉尼。现在在东京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买房，他们就真的一辈子不买。东京的人们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日本的年轻一代，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养老，就是不养那个上一辈。这么一说，我怎么又觉得好像这个？但你说这个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它就变这样？所以就想问问大家，95后、00后这一代，你说真的就是一辈子不买房，会不会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呢？可能你就有更多的钱，也许去享受人生了。或者95后、00后的这些。比如说父亲母亲们、爸爸妈妈这一辈是怎么看待这个90后的人怎么想的？那可不行。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7点15分，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你的观点。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鸡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人群选择。电话095251285212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KVB 昆仑国际。
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 265-2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路况播报由本田汽车冠名播出。全新本田今天就申请，任您选择2年3期零利率、零首付或36个月的3.9%利息，购买全新本田汽车从未这般简单容易。任君选择零首付3.9%利息或1/3首付2年3期零利息贷款，立即致电本田中文热线09-890-9018。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还好，今天呢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一些。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一点儿的飘着小雨啊，现在呢估计差不多已经恢复晴天了。今天呢预估天气情况不错，所以早高峰呢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呢该堵的路段还是会拥堵的，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去早一点点出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车距啊，开车的时候小心驾驶。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路况信息。首先呢，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前半段基本上从 Papakura 开始，现在一路到 Princess Street 都是在黄色车多当中，偶尔极个别的路段恢复了一下绿色行驶畅通。那么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目前来看只有2个路口，一个是在 Princess Street 经过 Mount Wellington， 另外一个是在 Mount Wellington 经过 Ellerslie。那么过了 Ellerslie 之后呢，现在经过 Greenland 一路到 Cabot Pass Road， 基本上也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20号高速的东向上，现在是在 Morora 经过 Dominion Road 到 Hillsborough 红色交通拥堵， Hillsborough 到 Queenstown 是黄色车多，过了 Queenstown 之后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西向上暂时没有拥堵的路段，但是从 Lambie 开始经过 Roscommon、Massey 一路到 Wellesley 现在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要过了 Wellesley 之后才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再来关注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也还好，断断续续的个别路段出现拥堵，但是现在整条高速已经没有绿色通畅的了。从18号这个路口开始，一路到市中心，不是黄色车多就是红色交通拥堵。2个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一个是在18号到 Lincoln Road， 另外一个是在 Greenknolls Road 到 St. Luke's， 其余所有的路段全部都是黄色车多。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北岸今天早上，这是我没有看错吗？难道是黑色还是真的绿色？
哎，真的是绿色哎，前半段很堵啊，可能是不是受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交通事故，它反正有一个路障的标识，是交通事故啊，2起啊，前半段很堵啊，从基本上 Red Beach 开始都已经堵到那边去了 ，Red Beach 经过这叫什么 Otihar Valley。Greyville 现在都是黑色大塞车，过了 Greyville 之后，经过 Constellation Drive 到 Tristram 也是红色交通拥堵的。那么过了 Tristram 之后呢，就恢复绿色行驶畅通了。我估计就是前半段堵的太严重了，所以过了 Tristram 之后，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路况了啊，可以恢复通畅。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住在北岸偏北一点点的朋友，看看是不是可以绕行一下，绕过了 Tristram 再上高速就不怎么拥堵了。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马上回来。开始正式进入到新闻的内容。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怎么了？我刚才啊，就是在那个马上，我们中间不是只有一个过场嘛，只有几秒钟，然后我就一直在问 Damian 问题，他就一直忽略我，他就想着，因为我只有我5、4、3、2、1，我怎么回应你呢？我先把我的问题问出来。没有，我先说一下，刚才那个是有两个 crash， 就是有2个交通事故，然后一个在 Rosedale 的附近，另外一个在 Sunny Nook 附近，2个挨得非常近，所以才导致了北岸的北段，然后大堵车，一直堵到就是还没到 Albany 那边。那就是过了 Tristram 之后呢，那一些朋友就很开心了，因为本来呢那就是更北的朋友往这边堵到这边也开始堵，现在就是堵在那边了。再就到那个 Takapuna 那块就正常了。所以说呢，反正住在北岸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绕行一下吧。刚才我在之前问 Damian 什么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到95后的一批孩子们开始在考虑不买房嘛？然后我们有听众观众在回应我们说，是因为这些90后的还没成家。然后我就问 Damian， 我都忘了我问的什么了。你问我说为什么未成家，为什么成了家难道真就要买吗？为什么一定就要买房子吗？我是问的。当然了，你要是问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我们肯定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不想加入你这个族群。那我们过了30的这一群人行吗？好吧，好。对，现在90后也马上到30了呀。没有，重点是很多90后都结婚了。90后呢很年轻吗？扎心。90年的多少岁？29。对啊，90年的大把95后的人都结婚了，好吗？对呀，所以说这个我们刚才在说，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比如说90后不买房这件事，不跟结婚没结婚，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对，就是说他们既然想，就是我还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根本结婚不结婚和买房不买房，倒不是说没有完全的关系啊。但是我们就算不结婚也会买房。是。但是我说的那一批人，就是他们结不结婚跟他们还有一个是，你看啊，现在90后的爸妈，90后爸妈才多大岁数啊？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对。所以说这个没法比。对呀，我都快当也没至于啊。但是就说是吧，我们都快当00后的爹妈了。对啊，你说95后出生的孩子，然后他爸妈，然后往前推20年。天哪，对吧？是不是？我身边好多70后的朋友。没有，现在2019年了，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说2000几年是感觉好像是去年什么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已经过了15年了。哇，真的是好了，好吧，太快了。我们收回新闻，然后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在这算沉重话题吗？不算呢，但是这个是个很开放的，欢迎大家来说，就说新的一代是不是？比如说你的孩子就是会面临这个。改变真的是，他们就决定说不买房了，我就要享受我的人生。你能不能接受它？对不对？好了，我们可以来敞开这个话题跟大家说啊。可能当然，我们听众观众当中，我相信一定也有95后，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对，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当然，我们回到新闻的内容当中，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新闻早知道，有很多重点的新闻要来跟大家说。首先就是昨天。美国为了反制人民币贬值，然后决定推迟对中国加收关税，人民币一度大涨1000点。今天我们一会儿看汇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啊。但是这个推迟加征关税，当时我是不是就说过这个话？因为它反制嘛，没办法。
对吧？对，我们一会儿会说到这件事啊。那么当然，在新西兰方面，昨天最大的一条新闻，震惊了所有人的，就是基督城的这个恐袭的枪手，在狱中写了6页的信，不是给家人，是给他的支持者、粉丝的。而且这封信寄出去了，而且这封信怎么被发现的呢？是他的支持者PO上了网，才被人发现这封信寄出去了。是。现在这个PO上网被广泛传播之后，究竟是谁的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惩教部昨天是出面道歉了。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刑犯在新西兰最重刑的一个监狱当中的单独的牢房，他竟然把信寄出去了？怎么回事啊？我们一会儿在新西兰新闻会跟大家来说。除此之外，我们的总理又马不停蹄地去到了太平洋岛国，这是什么呢？第50届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正式是在图瓦鲁这个岛开幕了。那么我们这次的尔登当然也包括了澳大利亚的总理 Morrison 都去了。而且这一次的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气候变化，我们的总理更是非常的不吝啬自己的指责啊，直接剑指了澳大利亚总理 Morrison。好，然后接下来另外一条也是昨天非常受到关注的，是一名新西兰的火车司机叫停了一辆火车，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有一名女子，然后在车上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然后现在他已经被称为在反抗种族歧视方面的英雄。这个就说到种族歧视还有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最近呢也是在主流媒体当中进行了讨论。你看啊，他们就除了我们移民之外，他们也在讨论这个话题。那他们讨论的点又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啊会在新西兰新闻的时候跟大家来聊到。还有就是关于医疗方面的，现在呢又有一条很扎心的新闻啊，说不仅仅是看病排队难。吃药也不容易，新西兰的医疗卫生体系的药品这方面的排名也是垫底了 OECD 国家。我们一会儿会在新闻当中跟大家来聊到。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先从8点钟之前，我们先跟大家来说国际新闻。是，首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香港机管局。就是航空管制局，然后统计了一下，因为近日的这个示威以及暴力事件，香港共取消了979个航班。然后即使在昨天，然后纽航也发布了一个正式的通知，希望大家在选择香港旅行以及出行香港的时候进行改期。那么今天早上我听到的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现在呢正在逐渐的恢复当中，起码昨天傍晚或者晚上没有这样的抗议的行动，所以机场呢是在正常运营的。但是由于之前的2天900多架受到的影响过多，所以它在短时间内呢不能完全恢复，所以现在正在逐渐恢复当中。那么当然新西兰的这个所谓的提醒并没有取消，还是说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是注意安全，二呢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行程。对，纽航现在已经调整了多架航班的这个信息，所以大家如果出行香港，如果是必要情况下非要出行香港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航班的动态以及一些新闻。我昨天呢另外去查了查香港现在的就除了机场之外的这个状态啊，很多的就新闻当中也在说，很多的公司现在都开始举行这种灵活工作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可以在家或者是必要的绕行一些地方。就是因为也有一些员工是出去抗议了，是，所以呢作为公司你是不能够阻止这种行为的，所以他就说你可以灵活的选择你的工作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人是由于这个抗议，比如说道路被封啦，或者出于人身的安全考量啊，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说是不是在家工作，或者是说呢根本想来工作也来不了，所以很多的在香港现在的企业都实行这种灵活工作制。对，昨天的新闻就是说香港的经济以及现在香港的秩序能否恢复如前，然后但是呢大部分人表示就是说这个英文里面就说这个 damage have done，就是说你这个已经留下了一个伤口，然后是否能修复，然后就像我们说到的法国这个黄衫军一样，它永远就会留在那。到底叫黄衫还是叫黄背心啊？反正就啥都行，是吧？大家都知道，就是就是说这个事情一直会拿出来说了，尤其是这次的这个，你之前在街上游行、示威抗议、暴力冲突以及冲击这个立法部门这些东西呢，可能大家会慢慢的淡忘一些重要的细节，但是这次冲击香港机场的这件事情，应该会变成
香港历史上一个污点吧。昨天我又听到一种说法，我觉得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很多人不是现在包括新西兰这边，就是西方的很多的主流媒体也在说他们这种行为是在破坏香港本身的经济也好、旅游也好嘛，对吧？然后你看啊，他们就很多人在说，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地区，你为什么要去牺牲它来做自己来牺牲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呢，我就听到一种说法，他这么解释，我觉得就可以理解了。他说什么？他就像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只熊猫，然后呢 ，Damien 过来给我抢，我不想把这只熊猫给你，那我宁愿我把熊猫毁了，我也不给你。他说现在会不会这些？不要拿熊猫这种可爱的动物来做比喻好吗？电脑，你有一个碗儿。我有个鼠饭碗，你有一个饭碗吗？我有个饭碗，就是这个意思。我宁愿我宁愿砸地上，对，我也不给你。摔碎了我也不给你。他说现在就很怕啊，会不会是这种心态？那你这么说，好像这些比如说暴徒们就有一种宁得玉碎不得瓦全的感觉。但是我就说就怕，如果是真的这样，他们就会这么想，怕了嘛？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种想法太可怕。对啊，如果要是不是这样的话，只是为了所谓的他真的是他的诉求，我觉得那可能。再过一个月，起码是不是也该差不多了？大家来持续关注吧。反正我们看到什么最新的消息，再来跟大家说。据说他们现在换地儿了，什么地儿我还不知道啊。看到消息之后再来跟大家说，不是国际机场了，变成火车站，谁知道是哪儿呢？我们不要开重头。别呸，不要被我说中了啊！好了，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方面。现在美国是昨天正式宣布推迟对中国加征关税了。反制技能生效。现在就是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然后也就是美国的这个专门对联合各国的一个进行交易的一个决定的办公室，他昨天宣布说，特朗普政府然后推迟原定于下月，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9月1号将加征的某些产品关税。然后这次这个清单声明里面呢，其中推迟，首先是他先推迟了12月15日。包含的产品有电脑、游戏机、玩具、电脑显示器以及部分鞋类以及服装产品。说的还挺清楚的，而且时间也不是说推的，就是时间短啊，一下就推到了3个月嘛，月底12月年底12月的15号。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是公布了更多的细节，还有呢受到这一次影响的特定产品类别的清单。那么这个办公室计划呢，也是对附加关税的产品进行排除的程序。现在我觉得大家就开始定位说，到底哪些加，哪些不加，哪些推，哪些不推，是吧？现在大家可能要琢磨这件事儿了。是，就是关键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个吧，弄得越复杂，会弄得人心更慌。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就跟脱欧是一个感觉的，你脱就脱，不脱就不脱，给个准话。其实呢，就对于商业来说，或者对于经济来说，它就有应对的措施了。对啊，就你这种说收，一会儿就我们不收了，或者一会儿又说我们部分不收，这些收，这个东西是最讨厌的。那你说他这个清单，他今天可以换成说我推到12月15号，我有一些东西被排除，明天他会不会说我再放回去点，或者说这不对，这没推迟。对，就是你这种东西是最讨厌的。大家可能刚欢呼，然后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或者是说呢，刚泼了盆冷水又给你个枣，这都是对于企业来说或者对于经济来说是很不，尤其是比如说像人民币，就我们说股市、汇市的市场都是非常讨厌的事情。咱现在就不拿这个不说美国股市这个事啊，美国股市震荡大家都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就说，昨天消息一发出来以后，人民币就大涨逾1000点，然后美股上涨。然后，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下跌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呢，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汇率的结果就是呢，昨天曾经大跌过，对，然后呢又回来了，但是回来的也没有完全回来，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的，尤其是对人民币啊、对美金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最近啊，无论是你是在用外汇，比如说赚钱的，就有一些小投资的，还是说呢，你就是比如说买房子或者什么其他需要，你是要去兑换货币的，都是可能我真的是觉得需要找一个专人给你去稍微，尤其是长期这种做生意的，评估一下，或者是给你做一个什么风险的，我不知道那叫啥啊。对，因为最近真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昨天美元对人民币对离岸人民币，然后报收7.02126，7.0126，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昨天早上其实我们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7.04几，对，差不多，对吧？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一度，然后就是上涨了1000点，但是呢，后来还是相对来说拉回来一部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继续关注这个美国方面的宣布。那么当然，除了他说呢可能部分推迟之外，另外呢也是说这个两国之间要积极再合作、再探讨的这个声音也是在持续当中的。是。所以谈完了之后，到底9月1号收不收，现在真的都不知道。而且现在说推迟到12月15号，到底会不会哪一天又说不推迟了，这也都不好说。所以我们只能说关注着来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有什么最新消息，反正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更新就是了。对，不过再跟大家最后说一句就是说现在大家觉得人民币上涨了，然后这个美股上涨了，但是什么跌呢？就这个全球金价，然后有持续下跌的这个迹象。然后前两天确实也爆出来消息，有部分消息说，各个国家要求美国回运黄金。然后也导致这个黄金价格非常的不稳定，但具体的信息呢，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说到这个投资真的，我昨天还看到新西兰那边有一个专家就在分析，不是说最近新西兰的OCR， 就是我们说官方贴现率不是跌，下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不就说要刺激大家出去花钱嘛？对，无论你是投资还是说你个人的消费，然后很多人呢也都在说，就说它的这个刺激到底有没有用？因为它跟就说和这针鸡血打的到底够不够？就是打的位置可能有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本来想打胳膊打脑袋上，上头是吧？对，直接上头。不是，他说你看政府自己也是在跟自己打架。以前还在说呢，说新西兰人不懂得存款，对，鼓励大家存钱。KiwiSaver 怎么存在的？不就是说新西兰人不会存钱嘛？然后说养不了老都要靠政府之类的。是。然后今天又开始说，大家可别存啊，对，把钱赶紧取出去花。然后他就说，那你知道你总给大家的之前不是央行央行是央行吧？对，这个 Reserve Bank， 然后行长不就说了吗？大家把钱拿出去吧，因为现在不值得了。对呀，所以他说很多的这种信息，第一次央行就来说这种话的时候，你想说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是你一时一阵。然后他就说呢，很多人他说这个政府的想法是用这种方式去刺激经济，刺激大家投资，然后发展商业呀，发展整个经济呀。但是会不会就老百姓觉得说，你说刺激出去花我就花呀？我觉得现在世道不好，我就是观望，或者是说呢，你说投资的那些项目，那风险太大，我还买房，对，那是不是会就变成说你根本就没有起到？这个事儿就是止血指的地儿对不对？那我们就到时候还得用时间来看一下了。所以这个关于经济方面的，真的投资有风险呢，大家自己各自谁脑瓜清楚去做。对，像我这种看不懂的，我就老老实实打工挣钱。我这种也不行。你数学那么好，我是吧？但数学好，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我，可能承受能力没那么强。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容易被受刺激，然后容易受刺激，我还会有一种你知道人，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差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些人赌性很强，就是对赌的心很强的人也不适合去做大规模投资。就比如说像你这种一去 auction 就疯掉的人，对，一去 auction 然后就说好涨5万，然后比如说别人涨1万，好我说加5万。你这种事情本来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是我对数字不敏感，所以我喊1万和喊1000我没感觉。但我经常比如说我会意气用事也可能对吧？冲动是魔鬼。你是白羊座吗？我不是。好了，这个说回来，还有谁冲动？这个算谁呀？算日本冲动，算美国冲动啊？美国冲动，美国现在就是急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美国现在前2天不是说了吗？让这个韩国增加军费，然后增加军费，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真的说一直评估下来，他们一直在就是跟对韩的这个储备军上面，然后在亏钱，然后现在说大家看经济不好，你把钱拿回来吧，然后现在呢又要这算敲竹杠吗？也不算吧，他就要求日本去购买大量的农产品，直接用要求，但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填补对华出口量减少。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就说中国那边，中国不是现在
暂停了嘛，那我卖不出去怎么办？要求日本去买，这也是可以的吗？新闻是这样的，是由日本媒体报道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购买金额庞大的美国农产品，然后在对华出口贸易摩擦减少的情况下，美方再次要求日本进行填补。那么之前的会谈当中呢，特朗普就举出了大豆和举小麦，了个例子。举了个小例子，但他举的不是例子，他举的是大豆和小麦等等具体的品种，这些呢都与美国政府以前削减对日贸易逆差为目标啊，正在推进的这个日美贸易谈判的框架是不同的，这些都是额外的购买的要求。那么日美两国的政府的相关人士呢，之前也就此事进行了讨论。那么现在呢，再加上了整个贸易战的一个迫使，所以让呢美国就直接说，那你再买点来填补空缺，再买点，对吧？再入点货。而且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要求，那这日本也是被欺负的哦。但是大家都知道，日本其实对本国的农产品以及海鲜产品都是保护非常强的，然后他们是自成一个体系，然后现在要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强硬的要求态度，日本这边其实也是有一点骑虎难下。而且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说就是直接点名让你买大豆，还有啥来着？什么米？小米？小麦啊，小麦、大豆和小麦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农业团体也在谋求日美的这个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当中，日本呢可以进一步的开放大米和牛肉以及猪肉的市场。这个稍微有点过分了啊！听面上起，首先大家知道，日本大米是日本本国的一个经济支柱，然后牛肉也是吧？对啊，这些都是日本的一个农业经济命脉。如果他们开放了这个牛猪肉，那真的是简直打蛇打7寸3寸。而且你看他说话的这个口气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说我们谈，对吧？我们来是不是你可以多购入一点啊，或者说我们这农产品好呀，你多买点，他直接是你给我买。但是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了吗？打你个嘴巴，但是得给你个甜枣啊。然后说那哪一方面我能跟你来谈的呢？就只是以日本向美国的农户提供这个新的这个收购计划，然后购买计划。那美国呢就会降低部分特定的日本汽车零配件的关税。这个东西啊，就看起来到底日本这边心里怎么想，然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底怎么来衡量这把秤？日本有多少 bargaining power？ 叫什么？就是对，就是筹码，谈判筹码和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么当然，除此之外，美国方面也不仅仅是在要求日本了啊，还有一条新闻快速跟大家说，就是特朗普也是再次威胁他要退出世贸组织，是其他国家利用了美国。对，这条新闻是怎样呢？是在昨天晚些时间，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石化企业演讲时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国是绝对可以退出世贸组织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WTO。然后特朗普说，世贸组织的规则只能帮助其他国家，之前他也说了，只能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然后这些国家都在利用美国，使自己变得更加富足。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此前也曾经威胁过，说要退出世贸组织。当时他就寻求说要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的逆差。当时还说说那个逆差每年可以达到超过数千亿美金，当然指的就是全世界。就是加入 WTO 的全世界啊，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再让我们美国如此的破费，那我就走了。对，然后之前说，要不然你就让我们来重新定义哪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反正就是你说怎么这么硬气？那么就说到这儿啊，7点45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不是说到花钱嘛，说美国花钱，我们来看看特朗普他自己花了多少钱。当总统花多少钱？你看看他这不叫浪费啊！回来之后再继续跟大家来接着聊。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
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Resin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Resin 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打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10倍鲜酒价，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清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人均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 6388-288。BioBegin,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health products from New Zealand. Each kind of natural material is extracted by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Make babies thrive. BioBegin. Better begin for the baby.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48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我们今天早上呢，不要忘了啊，还有月饼和 Safari 最后2个名额要抽，什么时候抽不知道，等我心情好的时候，是吧？等我讲新闻讲爽了的时候。是，然后具体什么时候抽，大家就一直听着我们节目。哦，今天3小时我们都可以讲新闻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加入进来。大家如果要是担心，比如说9点之后听不了的呢，要比如上了班的不能听收音机呢，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来听了。然后如果是苹果用户的话，就下载我们的 NZFM 906。然后如果您是安卓用户，就下载华文电台，切换地区到我们的新西兰地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光听声音还不够爽的话，还要看我们。对，怎么看呢？在 YouTube 上或者在 Facebook 上，现在我们都有直播。是在 YouTube 上，大家可以搜索 Panda TV 37，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以及往期回看，还有包括在 Facebook 上，现在我们 Facebook 特别火，大家还给你留言叫你小娇老师，在 Facebook 上大家搜 NZCM News， 对，给你留言是小娇老师，我想请教一个什么事儿，这我在后台看到的。妈呀，也用不着了。你知道，也是我们都是从曾经得叫别人姐的对，都哥哥姐的时候，现在都是你知道我们的小朋友都。你难道没有人叫你阿姨吗？那当然也是。好了，说回来啊，刚才不是说到了吗？说特朗普，然后光
特朗普一直说美国在扶持各个国家花了很多钱，有数千亿美元。那他自己在当总统的这几年又花了多少钱呢？我们来看，首先就直接给大家一个数字啊，拍在桌上，就是他当总统总共破费了数10亿的美金，用来干嘛呢？部分的原因就是用来打官司，因为他总被起诉，一直被人告。然后这件事怎么样呢？然后特朗普在13日在一次活动上，然后在一家石油公司的演讲上就说，当总统这件事儿让我失去了一大笔财富。然后有人指责我，然后拿500美金向沙特人租了房子，但是那其实我一共失去了50亿美元。我怎么算呢？谁给我填这个洞呢？他说他就真的是因为总被告，所以他自己呢自掏腰包啊，可能律师费就花出了50亿美金，而且他还说呢，这可能花费当中还包括了一些，比如说什么这个就是诉讼的官司当中的法庭的费用啊，律师的费用啊。他还在说，他说可能也有人是认为说我曾经做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有钱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我当总统，那我的这些赔出去的钱谁跟我算一算呢？对，他就说了，说其实你们觉得我享受总统的这项特权，但其实我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就换句话说，但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那你是不是自己？然后美国媒体就立马站出来就打脸，就说那这话你这些数字谁说的？怎么查？就是然后并且总统是没有公布他的纳税申报表的。对啊，然后他不一直都在不报吗？你是怎么样来？你是无论是你夸大自己财富也好，还是怎么样，然后他重点还要拖人下水。关键问题还有就是他这个被告，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说的，对吧？所以不是因为别的事情。他被告，就像前段时间说那个移民，他不又出来说只要领福利的就不许在美国待着了嘛，就不给续签了嘛，然后不是也被告嘛？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自己说的呢？真的是，他这事情要拖谁下水？他还拖了奥巴马下水啊。然后他说我因为一件名为薪资的事情，然后被起诉。然后他说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调查奥巴马因为写书获得了版税高达6000万美金呢？他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写书可以赚那么多钱。他说这就是我就这么怀疑。你知道我就听起来你说这件事说完了以后，奥巴马是不是应该告他？这个版税公司出版公司是不是应该告他？对吧？你说你说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总统，你为什么非要拽人家下水？不是，关键问题是我怎么觉得听出了一种柠檬味儿呢？就是我不相信，真的是有人出书能够花那么多。哎，他有没有自传啊？特朗普有没有自传？有，他早些年有一些就是那肯定是他没有卖过。他早些年有一些讲商业的嘛，就商业帝国那一类型的。然后，但是奥巴马和那个米歇尔奥巴马，然后两个人都出了很多书。其实米歇尔奥巴马的更好卖。前一段时间的那个书我还有买，我有买。所以说我就是听出了一种怎么觉得特朗普好像说我的书卖的不如奥巴马，然后他就不相信人家。没有，他就说了。你这是你们媒体针对我，你们对我和对别的总统是不公平报道，你们就是为了毁我而毁我。这你说没有道理吧？反正是他对他跟别人不同。你说公不公平这件事情，或者是不是所谓的全部都是 fake news， 那我们不说。但是呢，他的确是跟别的总统报道的方式是不太一样。但是他的这个总统当的也跟别的总统不太一样。但是你知道啊，说白了，这番话他在哪儿说的呢？他不是说啊，平常大家不是经常会在这个白宫草坪上逮住他问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吗？这些都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但这次活动呢，也真的是苦了请他去演讲的这家石油公司，他是在人家石油公司的演讲上说了这些话，先是怼了这个钱，然后说我自己损失这么多钱，又拽了前总统奥巴马下水。然后我想想，跟石油一点关系没有。对，然后你说人这家石油公司不是背后捏把汗，在这儿捅了个篓子是吧？好了，无论如何，反正特朗普这个人呢挺有趣的，我觉得他倒是给因为我们可能天高皇帝远啊，我们也没见过这样的。没见过，所以就给我们整个的新闻的，我们叫新闻人也好，或者说媒体工作者也好，他是为我们中文天下的国际方面
一周里面有大概60%都是它，就带来很多乐趣啊，要不然也没有这么多精彩的事情跟大家来说，对吧？对。好了，快速的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也把这条消息跟大家来说完。就是呢，现在韩国开始报复日本了，就是展示，不是只能你欺负我，我也是可以报复的。对，大家就说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具体消息呢是韩国政府在8月12日晚时，然后发布了就9日。然后将日本从关于9月即将要将日本从关于安全保障战略物资的管理优先对象国中剔除，然后针对日本呢将收紧原先许可上的全面许可，并且关于日本出口也将审查延长。那么有分析就说呢，这是对抗日本政府所做出的。比如说像这个白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剔除，就是有点类似于像反制。然后也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就是等于说你给我拖多长时间，我也给你拖多长时间。你把我剔除，说要重新审核，那你的东西进我韩国，我也给你审核呗，对，一样的。我们就是一类归一类嘛。然后所以日本媒体方面就觉得说，日本对韩国产品的依赖度整体上相对来说较低，就是你闹吧。对吧？然后韩国企业相对来说呢，就依赖日本更多一些。这倒是，要不然为什么这件事情上韩国反应更大呢？不过呢，你说作为韩国，它不可能完全不反应嘛，所以那你说它也不能太其他的方面，可能它对日本的影响没有日本对韩国影响来的这么直截了当，所以它也只能是采取同样的方法。现在已经这个法案在征求意见了，然后将会在20天之后公布最终的决定。时间关系啊，7点57分，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打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全纽最大的 Baby Show 来了！从孕期到学龄前阶段 ，Baby Show 满足您所有的购物需求，上百种知名品牌的产品特惠供应，与育儿专家现场交流，请登录 babyshow.co.nz 购票吧。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菜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鸡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中秋节快到了，还在发愁买什么送给亲朋好友吗？当然是去买向阳坊月饼呀！
向阳坊月饼，新西兰本地新鲜制作，选料上乘，多款口味的月饼现在已经隆重上市了。我们有传统风味、港式月饼、台式蛋黄酥，多种口味任君选择。为了方便大家购买，今年向阳坊特意推出了礼品券，买10送1，奥克兰各大分店有售。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西区凶杀案华人嫌疑犯昨日过庭，检控双方均要求做精神鉴定。8月14日上午，于7月29日发生的西区杀人案，嫌犯在奥克兰高等法院过庭。这起谋杀案发生在奥克兰西区的 Massey， 受害者是63岁男性华人嫌犯的前伴侣。据报道称，嫌犯昨天出庭时穿着一件灰色的 T 恤，全程无话，身边有华人翻译为其服务。法官表示，由于控方及辩方都要求对嫌犯进行独立的精神检查，所以直到10月16日前的 Case Review 之前，嫌犯及受害者的姓名及照片均不能被公布。本案的陪审团终审日将定于明年的10月27日。这名63岁的男子将面临谋杀以及违反保护令的双重指控。目前该男子并未申请保释。Paula Bennett 操盘2020年大选，不再出战选区。国家党副党魁 Paula Bennett 昨天宣布，将在2020年大选担任国家党竞选主席。为专注这一工作，他将不再出战 Upper Harbour 选区，而通过党内排名进入国会。Paula Bennett 目前的党内排名为第2。他表示 ，Upper Harbour 选区需要一个全心全意为选区服务的议员。由于他此后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国家党操盘2020年大选，因此国家党将推选出一位新的区候选议员来取代他的工作。国家党主席将他称为一位杰出的操盘选手，拥有10多年的竞选的一个经验，成功的为国家党拿下了 Northcote 的补选。国家党也在本周一同时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候选议员的甄选活动。肉类价格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新西兰统计局昨日发布最新数据称，2019年7月份肉类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整体食品价格上涨指数。数据显示，肉类及家禽价格上涨 2.8%， 鸡肉、羊肉、牛肉价格都有小幅上涨，部分抵消了猪肉下跌的影响。鸡肉是月度上涨的主要驱动力，上涨了 7.1%。7月份的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8.61 纽币。除了是7月份主要驱动力外，鸡肉价格的年增长率更高达 8.8%。2018年7月，鸡肉的加权平均价格仅为每公斤 7.91 纽币。蔬菜价格是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大推动因素，当月食品价格上涨为 3.7%。西红柿对月度价格波动做出贡献最大，其中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6.59 纽币，6月份为 5.28 纽币。总体而言，2019年7月食品价格上涨为 1.1%。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东京奥运测试赛被曝游泳水域臭味扑鼻，大肠杆菌超标。据报道，在8月11日东京奥运会公开水域测试赛后，一些游泳运动员表示当地的水质堪忧，臭味扑鼻。这些运动员既有日本本土的选手，也有参加过几届奥运会的元老，甚至不乏有奥运会冠军。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对这片水域即将展开的奥运会公开水域以及铁人3项比赛表示担忧。这已经不是东京湾水域第一次出现问题了。2年前，这里就曾经被爆出大肠杆菌超标20多倍。那么，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日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美国国家公园下起塑料雨，90%雨水含有塑料纤维。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科罗拉多州不同地点收集的雨水当中，包含落基山脉国家公园的山峰在内，约有90%的雨水含有细小的塑料碎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在大风大雨过后呢，从今天开始啊，新西兰的很多地方的天气状况呢会 settle down 啊，会平静一些。当然，今天奥克兰在部分的地方仍然还会有阵雨出现，而且早晚的温度会比较低。今天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只有8度。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其实跟昨天相比，温度是出现了些许的回升，但是仍然啊早晚是比较凉的。不过好在呢，今天阳光明媚。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是8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是在西海岸会有阵雨天气情况出现，东海岸基本上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跟南岛自己本身比，其实还可以啊。Nelson 最高温度有13度，最低是5摄氏度。南岛南部地区今天除了在最南端的 Invercargill 还有 Milford Sound 会有一些阵雨之外，其余的地方都会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方面呢，最低温度是徘徊在0度左右，基督城今天就是0度，皇后镇最低是1度，所以还是要注意保暖的。那么明天呢，跟今天天气差不多，只有南岛最南端会有一些雨水，其余地方基本上都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奥克兰明天温度稍微有一点点回升，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气温是9摄氏度，早晚还是要注意保暖。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餐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JP Media 巨品娱乐主办，林宥嘉 idol 世界巡演奥克兰站，9月7日星期六 The Chast Arena， 出道10年，倾心力作，前所未见，舞台美学，改写演唱会制作标准，概念完整，幕幕惊艳，堪比艺术展演唱会。登录 TKNZ.com 即刻购票。主办方 JP Media 巨品娱乐携手海南航空、双子移民、Face Club、Media Display、酷茶、新中传媒电视、电台全媒体邀你一起9月7日林宥嘉不见不散。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
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由 Panda TV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今天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位新朋友，不是我们的嘉宾啊，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台里来新人了，然后今天正好，今天我们没有那个访谈，就带着大家来出来见一下。你怎么像把自己家孩子要给有没有？是有这种感觉是吧？我刚才自己说完了以后就觉得有这种感觉。对呀、好了，先这样你自己来介绍自己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如。心如的声音好甜，还是有一点点怯怯。对，那不像你中气十足。我怎么听起来不像是在夸？是夸你，是夸你。当然了，我老当益壮。你说常青树，对，常青树。罢工，我跟你讲。当然了，我们也是啊，先让心如呢是加入到了我们的主持的队伍当中，所以呢，老板的意思说让他先来感受一下早上既愉快又紧张的工作氛围。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说话比较密，然后心如可能得见缝插针，然后加入我们讨论当中来。好的，好的，我会留话口给你啊。好了，我们开始啊，进入到你给他留完可能会被我抢走。我就明确的说，心如你觉得呢？好了，我们开始进入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快速的来浏览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一些主要的新闻内容要来跟大家来更新。那么第一件事情当然就会刚才在国际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美国是推迟加征了中国的关税，当然人民币也是应声呢是曾经上涨了1000点，当然现在是稍微又回落了一点。对，然后昨天呢，然后我们也知道，然后据前一段时间的，然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一度升上了将近7.1，然后现在呢，然后回落到了7.02几的这么一个水平。是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来继续关注这个事件。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昨天一件骇人听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啊！然后基督城恐怖袭击的枪手在狱中手写了6页的信。然后回复给了谁呢？是回复给了他的自己的支持者，也就是他的粉丝，还在俄罗斯的。而且这件事情并不是新西兰的，比如说警方或者是惩教部发现的，而是这一名支持者后来把这封信抛到了网上才发现。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他可以写信，而且还寄得出去呢？我们当然听到惩教部道歉了，可是这件事情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政府工作的失误？我们一会儿回来啊，会跟大家来说到。那么除此之外，还会跟大家来聊到呢，就是我们的总理啊，这才在新西兰待了有没有2周？上次回来之后，我不敢说。现在关于总理的评论，我不敢说。现在呢，他又去到了这个太平洋的岛国，叫做图瓦鲁，在那边呢，第50届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会议正在那边开幕。而这次会议主要探讨的内容，当然还是气候变化。而我们哲斯纳顿呢，也是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指责啊，直接呢就是剑指了澳大利亚的总理 Morrison。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他指责澳大利亚说了什么。是，然后面对现在全球的不管是种族以及族裔方面的这个一个反对的声音来说，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勇敢的站出来，然后来反抗这些种族主义歧视者。首先呢，昨天我们就看到一位新闻，就是新西兰的一个火车司机昨天挺身而出，指责了一名说了种族歧视言论的乘客，然后他就
马上把这个火车停下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引发了新西兰本地人对于种族的一个讨论。当然我们说到的移民好像对这件事情相对会比较敏感，现在呢连本地人也在讨论，那他们的角度又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回来会跟大家来说到啊。我们看到刚才不是说欢迎心如来嘛，有朋友在说是小娇又要休假了吗？为什么一定是我呢？为什么有可能是我？对啊，但说也不一定是有人休假。没有，因为我看起来韧性比你强吧？可能。为什么你现在按照我说我休假？因为心如是女孩，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带别的人来，男生来。可能就是不是我要休假，可能是我要被换掉吧。好，来，那为了啊，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的内容。首先，我们就来关注这个。你说我们先说太平洋岛国的这件事情，先说这个吧，快速把它说完了啊。就是呢，第50届的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的会议是在昨天正式呢是在这个叫做图瓦卢的首都正式开幕。图瓦卢，卢森堡的卢嘛。反正就是个岛，也是个不大太平洋岛国，特别小的岛。对。然后呢，现在就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反正主要是太平洋地区的18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来到了这边来参加这一次的领导人的峰会。其中当然就包括了我们的总理贾森·阿德恩，以及这一次澳大利亚的总理 Morrison 也是亲自去了。他也说呢，虽然说这次会议当中可能对我不是很友好，但我也是露面了。那么接着啊，我以为心如要插，是你要见缝插针的说，对，见缝插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闻的内容啊。然后接着呢，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然后太平洋岛国的秘书处就提供了一份新闻稿，然后主要这次的议题呢是保证太平洋的未来。是。然后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呢，就大家又会说了，保证太平洋的未来，然后就是还存在的未来呗。对。可预见的未来，因为现在太平洋岛国我们也知道，它面临的几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海平面上升，可能这个岛根本就不复存在了。上次我们说那个环形岛，就是那个对，就是总理父亲在的那个岛，叫什么来着？不对，叫什么 Rao？ 不用纠结这个好，因为太平洋太多是吧？好了，第一，这是它可能会不存在的这件事儿。那么第二个，在太平洋岛国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太少。流失了，就基本上不会有年轻人在那个岛上待着，这就像我们说城市去大城市去发展是一样的，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什么呢？穷，他们的确是需要很多的，真的就是去资金去发展。就比如说现在在很多岛上还没有那种就是清洁能源，他们全部还都是烧煤、烧炭等等烧油，所以说呢，这也是他们就是缺钱去。怎么讲？就说呢，去发展新型的能源。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说啊，整个论坛的主题就是说要保护环境，怎么样呢？能够让这些太平洋的岛国更加有未来。而且我们也知道，最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这件事情上是一直不遗余力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呢，如果他俩不努力，就会有人帮他们努力，对吧？对。然后上次你看听众又说了，感谢听众，然后那个地方叫托克劳。对。不记得叫什么料，我刚才是说它是叫料，是吧？好，那接着呢，我们再跟你快速聊一下背景，然后我们就聊下面的啊。太平洋岛国论坛呢是成立在就这个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是南太平洋国家的这一个加强和区域合作以及协调对外政策的一个合作组织。然后其中成员就包括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等等国家。然后这次呢，其实包括太平洋的这个和谐以及太平洋的海事安全也是很大一部分重要的问题。那么刚刚在预告的时候就说了，说我们的总理呢是直接就剑指了澳大利亚的总理 Morrison。那他为什么会剑指澳大利亚呢？这其中呢也是跟清洁能源相关的。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在这一次会议当中，或者是叫他们的讨论当中，主要的内容就是保护环境嘛，否则太平洋岛国可能都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不复存在。而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知道新西兰是非常努力的，比如说他们签了这个合约，在法国的时候签的嘛，就是说2030年要放弃所有的这些非清洁能源，以及呢，他们也提到了，比如说要保护地球不能够这个平均温度不能上升1.5度。但是他现在就说什么呢？澳大利亚，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的能源其实是占到了他们经济当中很重的比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一直澳大利亚对外的说法都是这是他们的红线。
就不愿意被碰触的红线，也不想聊，所以在这一次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我们就说啊，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说气候变化的问题嘛，所以呢，这个总理就直接说了，就敦促澳大利亚，你也要加入到这个合约当中或者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这一部分，你作为这么大个大国，你也应该去尽你该尽的这个责任。它真是太平洋岛国最大的国家了呀，那不然嘞？但是你说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当然了，人家说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大国有大国的强权嘛。然后 Morrison 就直接就说了嘛，他说我知道这个会议对我不会很友好的，但是我还是会来的，我会跟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的。所以你知道。那我们就看探讨的结果怎么样。当然，新西兰其实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啊，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禁塑令啊，然后包括一些垃圾分类等等等等等等，包括我们想在2050年实现无塑。对，然后他们也提到了一件事儿，就说呢，昨天啊，这个 Jacinda Ardern 和 Morrison 其实他俩先见面了，就等于类似于像双边在外边见了个面，先小通了一个气儿。对，小通了个话。然后呢，在这个通话的过程当中，他们倒是没有谈到说澳大利亚的能源的问题，但是他俩共同有一件事情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太平洋岛国的塑料问题。他们说现在呢，在太平洋整个的海域内啊，塑料感情吗？啊，塑料感情吧？不是，就说真的是塑料垃圾的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就类似于说共同解决的。所以他们呢，就这件事情是说，哎，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讨论这件事儿，我们怎么样去共同来解决塑料垃圾的这个问题。其实说到塑料垃圾，前2天在新西兰这边还有一条新闻，就是好多志愿者去到 Hawke's Bay， 还去到了几个 bay， 就在那边呢，说是日夜奋战了，大概有个接近1个月的时间，才把那边沙滩上的所谓的垃圾清洁干净。然后大家就说，哦，原来新西兰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如此优美的地方，也能清得出来这么多的垃圾。美国都下塑料雨了。对。刚才我们在整点新闻里面听到，就说这个美国的国家公园在一项塑料雨的研究过程当中呢，就发现现在其实有90%的雨水中都包含塑料纤维。然后调查员也就说了，说现在塑料的范围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大家之前我们就说，我们喝的水里每天都在吃下这些塑料的微粒，包括我们的海鲜，然后以及石油。就是因为它们化掉了，然后进入到它们化掉了，因为现在它进入大气了，它会随着雨水再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然后为什么现在你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未知的疾病，也是因为这些塑料的元素进入人的身体。不知道这是不是？不知道它到底比5G 可怕呢，还是塑料雨更可怕啊？但是塑料在新西兰这个禁塑了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像有点习惯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你心如现在出去买东西会带购物袋，一定带购物袋，会放在我的车的后备箱。就不仅仅是去超市了，因为你现在去逛街。就是比如说你去买衣服买鞋，他也不给袋子了。对，我那次真的是去碰到就买衣服，他让我拎走，他是问我你要不要。我前2天去开会，然后我就在我把车停在 Civic Car Park，Civic Car Park 旁边有一家很好吃的酸辣粉，我说我去买个酸辣粉端回家呗。人家不说酸辣粉里面也是塑料。那 whatever 吧，然后反正好吃嘛，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打断我整个思路，我就是买酸辣粉了。买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怎么办？我说我就还试探性的我说阿姨，我说那个你们现在都不提供塑料袋了吧？然后他就说然后特别冷淡的说我说那这一会儿我怎么那个拿呢？他说端回去。对。然后我说可是我不在 CD 上班。他说你在哪儿？然后我说我要开车走。他说你在车里好，他说那我给你装一塑料袋，然后那个汤我给你装塑料袋里。他说我给你装。他还是拿了塑料袋呗，等于最后就是一个你知道他们自己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反正我出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餐厅啊，相对来说大一点的，他就开始准备纸袋子了，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用纸袋。不是他把汤装到塑料袋里了，他不是给那个塑料袋，他是把汤装到塑料袋里给你。他没有盒的吗？它有那种就是你知道泡沫盒。哎，其实那个泡沫盒其实相对来说是不是更可怕？对呀，对不对？你想啊，就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总理已经发话了嘛？说塑料问题也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塑料垃圾，塑料袋其实是很有一部分啊，但身边的其他的塑料不是更多？就包括我们喝的咖啡的，就现在是不是大家正在喝咖啡？
你的那个咖啡杯上面的那个盖儿，那就是塑料的呀。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去很多超市当中去买东西，比如说你买蛋糕，那个蛋糕的盒那也是塑料的呀。如果你真的要是去禁塑的话，这些东西不是相对来说反而是更多。还有那天我们导播买的饼干，独立包装的。对呀，每一块饼干外面一个塑料袋，然后再把这个塑料袋再放到一个大包装当中，那这个塑料不是更多吗？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的确保护环境这件事情人人有责。然后呢，我们的总理，哪国的总理都出去到处喊。然后大家也签各种的协议，然后志愿说哪一年一定要。但是真的没有一个商业站出来说我要改包装了，或者我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到底能帮多少？你知道吗？在看完这条新闻之后，再说到了现在太平洋岛国对于这种环境问题非常在乎的同时，我们也是我们就是太平洋岛国嘛，我们其实也算是。然后并且我刚才说回能源，其实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新西兰没有在用这个，比如说太阳能？有，但是你看，就像这是我们朋友这个听众在里边在问，就说呢，说这个澳洲好像太阳能厂。这个产电都要过剩了，然后说很多的太平洋岛国仿佛也是说呢，说这个太阳能安装的都比我们新西兰来的要更好一些。我们也有，但是你说有没有很普及？好像真的也没有很普及。你在家里会装吗？你说咱现在把话放在这儿啊，说回到中国，中国是在多少年前就开始推广太阳能热水器的这件事情了？你说小时候我们就说好，家里那时候觉得电太贵，然后不想用这个电热水器，那我们装一太阳能的，是吧？太阳能之前你可能一天你洗一次就没了，然后后来能跑2天。我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那太阳能是自制太阳能，把一盆水放到太阳底下烧热了，然后洗澡。这也是太阳能啊！是你又一边不想要透露自己年龄，但一边又说出来这个话，年代感又那么强。我哪里不透露？好了，时间关系啊，到了8点26分了。这件事情关于我们总理去到太平洋岛国去剑指澳大利亚的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继续来说。不过呢，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转回到新西兰的这封信上，怎么就寄到了俄罗斯去呢？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
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路况播报由本田汽车冠名播出。全新本田今天就申请，任您选择2年3期零利率、零首付或36个月的3.9%利息，购买全新本田汽车从未这般简单容易。任君选择零首付3.9%利息或1/3首付2年3期零利息贷款，立即致电本田中文热线0989099018。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还可以。正常拥堵状态，大家正常时间出门就好了。我们把路况打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呢，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前半段现在只有在 Papakura 到塔卡尼尼有一段的黄色车多，过了塔卡尼尼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呢，从 Highbrook 开始，这个车流又在增多啊。Highbrook 经过 Princess Street 到 Mount Wellington 也是黄色车多。Mount Wellington 经过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是唯一的一段路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这对于周4的早晨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走，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路况了。那么过了 Greenland 之后，现在一路到市中心是黄色车多的情况。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20号高速西向上，现在从 Lambie 开始，经过 Roscommon、Massey 一路到 Wellesley 是断断续续的拥堵的状态，最拥堵的就是在 Roscommon 到 Massey 这一个路口。接着我们再来看20号东向上。东向上呢 ，Mourora 经过 Dominion Road 到 Hillsborough 现在都在拥堵当中。过了 Hillsborough 之后到 Queenstown 是黄色车多，过了 Queenstown 之后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再来关注一下16号，16号高速今天早上就是平均堵，就是没有哪个路段更堵。从18号这个路口一路到市中心全红。也没有哪地方黑，也没有黄，就是全部红色交通拥堵，所以住在西区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早一点点出门。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受到了这个车祸的影响呢，今天早上在前半段比较拥堵，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恢复了，但不是说就通畅了啊，是从 Otiha Valley 开始一路到 Eastman Road。正常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今天早上在个别路段是堵黑了，现在差不多都是红色的样子。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w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wa 之后就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我们再来快速的看一下汇市方面，这个股汇市方面啊，首先来看股市。新西兰的 NZX50 指数下跌5.01点，现在是报10849.76点。上证综指是上涨了11.66点，现在报2808.91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641.85点，又跌回去了。Interesting。现在是报25000了哦，638.06点。再来看一下汇率方面，昨天呢人民币是出现了一个上涨，所以说现在看到纽币对人民币是4.5225，纽币对港币是5.0412，纽币对澳币0.9523，纽币对美元0.6423，美元对人民币。这个应该说是涨了又跌了，所以最后呢是回落到了7.0214，所以汇率还是在实时变动的，尤其是最近这个变动会比较大，所以呢如果大家要是关心的，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时间关系信息我没说吗？对，没有。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对，感谢我们的金主爸爸。好，回来说回到新闻内容，接着我们就来看关于刚才说到这个总理去到太平洋岛国峰会，然后说到环境保护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接着我们再把目光就转向这一次在新西兰发生的这件大事儿，这封信骇人听闻。我们让心如讲吧。对，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为什么这个信能流出去呢？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不是说过吗？它这个其实是不允许这个走音，然后它不是不允许跟外界联络，对，然后也不允许跟任何的这个域内的人接触的吗？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基督城的枪手，时间过得有多快？那是3月15号。3月15号。今天正好5个月整。是。今天是8月15号嘛，然后就说到呢，他本来呢是规定说，你第一在监狱当中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听广播，不可以去跟任何的外界人的接触，然后你跟狱员等等也没有接触。但是在新西兰这边呢，我先交代个前提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服刑人员，无论你是多么重的罪，都可以跟自己的家人通信。
这个权利他是没有被剥夺的。所以等于说什么呢？他是可以写信的，但是这个当然是局限于你只可以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属之类的啊去写信。那么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后来是有人在网上看到了一名来自于俄罗斯的类似于像极端的主义者，他就抛了一封信说他今天好开心呐。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他收到了他的偶像的回信。他呢是先这个俄罗斯的这一名极端主义者，他是先给新西兰的这位枪手写的信，然后他收到的是这名枪手给他的回信，于是他就把这种激动的心情以及这封信的全文抛到了网上。在网上传播了之后，新西兰发现了，并且是经过了认定之后，证明真的是由这名枪手亲手写的6页的信，这才发现一封信被寄出去了，而且是寄给了他的崇拜者。重点是之前他怎么还能收到外人寄给他的信呢？对啊，一方面就我说他是可以收信的，所以说呢，现在新西兰不是收自己家人信吗？再说话说回来，这个枪手的字儿写的可真丑。然后这封6个页的信的内容，后来呢，就是因为也涉及到了一些思想嘛，极端的思想，所以说呢，就全部撤下来了，不许公布。但是呢，大致他在信中还写了，首先他说他是去过了莫斯科的，他对莫斯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然后说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仍然还是想要去俄罗斯其他的小镇上看一看的。然后他又提到说这个他的支持者对他表示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感谢，就是说原来他的这个依然是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他的。他还提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就类似于说我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有一些话呢我在这儿不能直说，因为如果直说的话玉姐会看到的，所以呢我就不直说了，但是你我心里心意相通的那个感觉。最后他还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已经收到了你寄给我那些彩色的邮票，非常漂亮。他说这个彩色的邮票给我现在单调的监狱生活带来了一丝色彩。是不是帮你把这话圆了？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呢，整封信这不就公布了嘛？公布出来之后呢，就各方面的开始去声讨惩教部。这不，我们的总理去了太平洋岛国嘛，大家没放过他，就直接问总理说：“你听到这条消息之后是怎么想的？”总理呢，首先就回应说了：“我跟所有的其他的新西兰人一样，都是表示非常的震惊的，而且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去接受的。”他说呢，虽然说新西兰这边的监狱服刑人员有所谓的通信的权利，但是同时新西兰的监狱也好，或者惩教部也好，也有扣下你的信不让你寄出去的权利。所以等于说什么呢？是不是就没有查信的内容？那对我意思就是说，惩教人员是否有权阅览你的信的内容？有啊，因为你是服刑人员嘛。如果是极端言论，他是有权扣下不让你寄出去的。大家现在说的就是说这封信能从新西兰最高警戒级别的监狱寄出去，然后还内容收到，然后内容还没有被审核。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夸张？这件事情夸张的程度，简直就是我下巴掉下来的程度，要跟那个美国的那个亿万富翁死在监狱里面差不多了。倒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骇人听闻吧，但是这件事是理论上是一样的呀。对呀，就是他如果他寄得出去信，我们当然不能假设说他寄得出去别的东西，但是你所谓的说他跟外界断绝一切联系，他是不允许有访客的啊，家人也不行，任何人不可以探寻他。但是有了这个信，是不是就代表着他的某种思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传播呢？之前巴黎宣言说什么了？巴黎宣言是说的是大的媒体巨头。流媒体以及社交媒体是加入了这个严禁这个种族歧视以及这个恐怖主义思想传播。但是这是巴黎宣言是总理自己发起的呀。对呀，和那个然后复印了那么多人呀，然后结果现在你自己国家最高级别的监狱传出去这样的一个恐怖思想蔓延的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惩教部的部长。那这件事情肯定就是惩教部的事情了，对吧？那这个跟别的部门那也搭不上边儿，对吧？这个惩教部的部长 Kelvin Davis， 这也算是工党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了。是总理不在，副总理不在，就是他当代总理吧。那么他现在呢就出来面对这个事情了。首先呢，他也是道歉，就说这件事情也是不应该的，就是肯定不应该发生。就他写信可以，但这种信是一定应该被扣下的。但是他也同时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呢？他就说，
我们新西兰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犯人，也没有用过如此的，这不合理，这不合理。这个事情我不能接受，就是说他这个说法我完全不能接受。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犯了这样的错。或者是说，他说我们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的，就类似于像警戒级别，警戒的就类似于说关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是，那是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类似于说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疏忽了，就之类的呗。所以他现在就在说，他说呢，他也会考虑审理一下整个的流程，以及甚至是说相关的法律的内容，看是不是符合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这样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听完了之后感觉是怎么样的。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了吗？新西兰这个地方，你站出来，你敢站出来说道歉，但是谁又会追究你的责任呢？那是不会啊，是吧？所以说，当然有一些人有担当的啊，然后还是会比如说做出一些决定，或者是做出一些措施挽救，但是真的他现在出来道歉了，那后续会怎么样呢？其实我现在就在很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也说悉尼的那件事情，很多国家的类似这种恐怖袭击，它都是说受到了某种鼓动 inspired， 对吧？然后你说这样子，本来你就怕，为什么你要断绝它与外界的联系？你就是怕他把这种思想继续传播。那如果是不是最恐怖的，就是你杀了他，或者是说你一辈子关着他？我觉得都不如说他的这个思想传播出去，一直在蔓延来的更加的恐怖。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听起来之后就觉得匪夷所思。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的媒体也有对此事进行一些报道。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新西兰的这一名枪手他自己也说，他是受到了以前澳大利亚那名枪手，就是澳大利亚的，我们新西兰这个澳大利亚枪手。对。我跟你讲，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就说你们新西兰那个枪击犯怎么样。我说是新西兰发生，但逃澳大利亚。对，是，好，然后就好，澳大利亚的这个枪手，他当时不就说也是受到了以前某一个极端主义人的这个思想嘛？那个人就说他不就说，就我们说新西兰的这一位澳大利亚枪手，他就说要模仿那个人整个的步骤来走嘛。对。那么接下来可能他被判的就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但是他是不是仍然有发话的权利？今天没有，明天有没有呢？当然，你看啊，就昨天，我们说到澳大利亚的这个他是20岁的一名男子，然后他在挥刀这个随机杀人的过程中，他其实一直说，当然他说到我是受到这个基督城枪手的这个启发，然后呢，我现在也很想死，所以你们我不怕死。其实当时基督城枪手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你看，包括在美国的枪击案件上，美国的大算劫，我们都知道，他也说他是受基督城枪手的启发，然后包括当然了，那个墨西哥美国边境的那起枪击案是另外一个事件，但是这样的事情一直蔓延下去，它就会越来越多。其实现在他不说，对呀，你指不定，比如说我们放松警惕了。他哪天？那你看这封信不就是这么出去的吗？是啊。昨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时候也在说，就说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怕的是传递出去的信息或者是讯号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意义。比如说昨天我们说的那个青少年强奸他人，但是因为是体育特长，所以没有被判刑嘛。大家就在说，那你这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一样的，你在教年轻人什么呢？你不能说你直接在教年轻人，只要你有特长，犯罪 OK。但是你传递出来的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个信息？是。你现在基督城枪手这也是，他某方面他的人权要得到保障，但你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他不会被枪毙，他也不会被生活得很惨，他还可以跟他的粉丝通信。最让我生气的点在哪儿，知道吗？就是说他跟那个俄罗斯这名名义上的粉丝还心照不宣。对呀，就是你懂的。对呀，他就说我不能写那个字，但是你懂的。太搞笑了，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你这么听可能觉得这封信也没什么，但大家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后边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并且这个人会拿这封信一直在去传播。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啊，已经到了8点45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新闻，而且我们要抽月饼。
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正式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全纽最大的 Baby Show 来了！从孕期到学龄前阶段 ，Baby Show 满足您所有的购物需求，上百种知名品牌的产品特惠供应，与育儿专家现场交流，请登录 babyshow.co.nz 购票吧。除了大量的粉刷用具及装修工具，我们还提供额外的服务，解答您的问题。装修问题免费咨询，请洽 Resin 各专门店。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01。立东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中秋节快到了，还在发愁买什么送给亲朋好友吗？当然是去买向阳坊月饼呀！向阳坊月饼，新西兰本地新鲜制作，选料上乘，多款口味的月饼现在已经隆重上市了。我们有传统风味、港式月饼、台式蛋黄酥，多种口味任君选择。为了方便大家购买，今年向阳坊特意推出了礼品券，买10送1，奥克兰各大分店有售。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晨的8点48分，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心如，我还在这里哦。好了，我们这一节啊，先把这个月饼给大家送出去，就是由再次感谢一下林氏出入口有限公司每一年都会为大家送出的新荣华双黄莲蓉月饼，白莲蓉月饼。对，白莲蓉。白莲蓉。对，因为有红莲蓉。对呀，很好吃哦。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现在其实我自己很想要，然后但是呢，我只是背不住那句话，记不住。对，当然最后一句我记得住，买月饼要买新荣华，对吧？前面呢？前面就是中秋月圆圆。什么什么什么团团圆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圆啊！再跟大家来说一遍：中秋月圆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啊！你好喜庆哦，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好，那我这回记住了，记住了。好了，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啊！今天早上还是送给2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1人1盒的新荣华双黄白莲蓉月饼来抽奖。好，今天我可以抽。你今天手够得着了。
你抽一个，一会儿让心如抽一个。新人够不着，心如手气旺。你说几号，我给你摁，对吧？好，我们先来抽第一个啊。早上好，哎，早上好。喂，你好。喂，你好。哎，您好。哎，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呀？我姓王。王女士，你还记得我们的通关密语吗？记得，中秋月圆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圆，是吗？对，是的。然后那个，请问您的手机尾号是137。137个7。他其实没有说最关键的一句。哦，对，您记得最关键的那个。新荣华。对，是买月饼要记住买新荣华。好的，恭喜您。然后那个，一会儿我们会说那个领奖的方式，好不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像是一个小孩子的小朋友的声音？那刚才我们说是王女士，她也没反驳我们呀。哦，你忘了上次我们接电话有一个人说对，我是小朋友，我是小孩儿。好了，第二个你说几号？我帮你。1号吧。1号。这位朋友你好 ，Hello， 早上好。Hello， 好。哎，恭喜您，请问怎么称呼您呀？姓梁。梁女士。来跟我们说一下通关密语吧。中秋月圆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买月饼就买新荣华。看这次人家，哎，这么长，大家都可以记得住啊！你知道我是记了2年才记住的。没有短时记忆。好了，恭喜您，梁女士。然后，请问您的手机的后4位是7025。7025。好的，没问题。然后恭喜您，感谢。拜拜。哎，真的，我认真的，我第1年没有记住，我是念。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要月饼的那个，不是，就真的不会给我的那个动力。所以你看现在也不会给我，但是我呢，就是还是因为我觉得这2句话其实写的也蛮好的。来，心如你试试，你能不能记住？中秋月圆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圆。哇，你们好厉害！买月饼就买新荣华。那我有没有分？See， 说明我不仅仅是数学不好，我记忆力也不好。你是短时记忆也不好。好了啊，今天恭喜2位幸运。今天送出的是新荣华的双黄白莲蓉月饼，非常好。那么当然，现在在各家的超市当中也有卖啊，大家可以去购买。那么中了月饼的朋友要记得说呢，在星期5的时候来拿。我们平常啊，周1到周4就大家不要过来，是的，比较麻烦。对，来拨打我们的，不是拨打这个我们的热线了啊，然后是拨打我们公司的电话，然后来领取。然后我们的地址，大家可以通过 Google 来搜索 NGC Media， 然后可以找到我们的地址。我们是在194号 Marura Road。因为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不要就看你默默的，然后就自己在微笑。194号。我一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放空了。194号 Marura Road Mount Wellington， 明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之前来拿就可以了。我为什么放空呢？是因为我们朋友真的。对呀，你说是不是值得放空？我爱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他说他明天要开始抽完了送我们。你看他先艾特了我，证明我比较重要。然后一会儿他就说没有。好了 ，anyway 了啊，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俩比较淡定。这月饼只有今天抽，下周4的时候啊，您再打电话。还要跟人家说清楚了。好了，关于那个 Safari 的啊，我们也是等段时间呢再抽。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聊到的新闻，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们来聊天的话，可以继续拨打上来。现在线上有个朋友，我们试试。好，来听一下啊。你好。你好，早上好。哎，早，主持人。那您是一定来聊新闻的了，对吧？我聊新闻，哎，那个我就想啊，就是说，你发现那个小党啊，或者这种左派的，他们经常能够拿小事说话，然后挖出一个大话题来，比如说，那个监狱里的服刑犯人要当律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那个右派的人呢，他就不讲究这种小事，比如像那个监狱有一封这样的信就出去了，对不对？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出来。知道吗？不仅说这个监狱不行，还要把之前的那个选举权取掉。为什么怎么取呢？很简单。哎呦，真的是。你监狱的犯人跟我讲人权，好，我跟你也讲一个人权，是你首先剥夺了别人的人权，你才被关到监狱里去。OK， 所以你关到监狱里去，我们老百姓就要剥夺你的人权，就这么简单。让你
体验一把被剥夺人权的感觉。至于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要公投，公投就好了，公投就好了。这种事情愿意公投吗？这回咱也公投，对不对？破事情，这个你说算那个政治人物得罪人的事情啊，我搞不清楚耶，咱们公投一下吧。搞清楚的人都不想公投，对不对？我觉得不行，华为不能参加5G 不行，就是不行，国家安全，你把华为给我拿出来公投一下。我不一定代表中国人的背景，我投华为，我就冲着它便宜啊。对呀，对，便宜真的是。我的5G 手机无法用5G，我的人权何在嘛？对，所以还真是。我就想，就是说，这就是左翼跟右翼的不一样。你看，朋友们，右翼的人总是讲经济呀，我的日子过得好，你的日子过得好，大家过得好，平安无事了。左边不行啊，你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的为什么这么次？对，你说的这个很对不对？是这个道理。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这刚才是给自己鼓掌吗？不是，他挂电话的那个声音。我以为是给自己，然后鼓了个掌。说到这个左翼和右翼，快速的跟大家来说一条新闻。刚刚在整点新闻当中，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就是 Paula Bennett，开始呢就是我们也刚才提到嘛，就说呢准备要参加。任命为了国家党的2020竞选主席。那他的这个选区空出来了，现在就有一种声音说，会不会是纽航的 CEO？去到那个选区。哟，你这个小姑娘很睿智嘛。时间关系啊，8点57分，快速的告诉大家这件事儿。不过我们要稍作休息，一段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聊另外一个话题，关于种族歧视问题。是，稍后回来。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Hello， 各位纽西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感谢新西兰 JP Media 剧品娱乐的邀请。这次我将带着我非常自豪的作品2019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奥克兰跟大家见面，期待给大家不一样的演唱会体验。9月7日星期六，我们不见不散哦！主办方 JP Media 剧品娱乐携手海南航空、双子移民、Face Club、Media Display、误查、新中传媒电视、电台全媒体，邀你一起9月7日林宥嘉不见不散。登录 TKNZ.com 即刻购票。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10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鸡血、防寒、养照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512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
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78886。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收听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西区凶杀案华人嫌疑犯昨日过庭，检控双方均要求做精神鉴定。8月14日上午，于7月29日发生的西区杀人案，嫌犯在奥克兰高等法院过庭。这起谋杀案发生在奥克兰西区的 Massey， 受害者是63岁华人嫌疑犯的前伴侣。据报道称，嫌犯昨天出庭时身着一件灰色的 T 恤衫，全程无话，身边有华人翻译为其服务。法官表示，由于控方与辩方均要求对嫌犯进行独立的精神健康检查，所以直到10月16日的 case review 之前，嫌疑犯和受害者的姓名和照片均不能被公布。本案的陪审团终审日期定在明年的10月27日。这名63岁的男子将面临谋杀以及违反保护令的双重指控。目前，该男子并未申请保释措施。Paula Bennett 操盘2020大选将不再出战选区。国家党副党魁 Paula Bennett 昨天宣布，将在2020年大选担任国家党竞选主席。为专注这一工作，他将不再出席 Upper Harbour 选区的议员选举，而将通过党内排名进入国会。Paula Bennett 目前党内排名第2。他表示 ，Upper Harbour 选区需要一个全心全意为选区服务的议员。由于他此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家党操盘2020大选，因此国家党将推出一位新的选区议员来取代他的工作。国家党主席将他称为一位杰出的选举操盘手，拥有10多年的政治经验，成功为国家党拿下了 Northcote 补选。国家党也将在本周同时宣布，将在全国启动选区候选人甄选的程序。肉类价格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新西兰统计局昨日发布最新数据称，2019年7月份肉类价格上涨推动了整体食物价格上涨指数。数据显示，肉类以及家禽价格上涨2.8%，鸡肉、羊肉、牛肉价格都有上涨，部分抵消了猪肉价格下跌的影响。鸡肉是月度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上涨了7.1%。7月份的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8.61纽币。除了是7月份月度价格的主要驱动力之外，鸡肉价格的年增长率则高达8.8%。2018年7月，鸡肉的加权平均价格仅为7.91纽币每公斤。蔬菜价格是食品上涨的另一大推动因素，当月食品价格上涨了3.7%。西红柿对月度价格波动贡献最大，其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6.59纽币，6月份为5.28纽币。总体而言，2019年7月份食品价格综合上涨1.1%。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东京奥运会测试赛被曝游泳水域臭味扑鼻，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据报道称，在8月11日的东京奥运会公开水域测试赛后，一些运动员表示当地的水质过臭，臭味扑鼻。这些运动员中既有本土选手，也有参加过几届的奥运会元老，甚至不乏一些奥运冠军。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片即将开展奥运会公开水域以及铁人3项比赛的水域表示堪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东京湾水域的第一次出现问题了。2年前，这里就曾被爆出大肠杆菌超标20多倍。那么，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日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美国国家公园下起塑料雨，90%雨水含有塑料纤维。据美国国家地质勘探局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科罗拉多州的不同地点收集的雨水当中，包括落基山脉国家公园中的山峰在内，约90%的雨水含有细小的塑料纤维。
据报道，这项塑料雨的研究中充分分析了、发现了水面上漂浮着各种颜色的塑料微粒。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新西兰北岛呢，北部大部分范围之内今天呢会出现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在奥克兰早上的时候偶然还会有阵雨出现，基本上到中午过后应该就恢复到晴朗的好天气了。气温方面，今天呢奥克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凉的。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也全部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气温跟昨天相比也有所回升。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8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在西海岸会有阵雨出现，但是在东海岸天气状况非常的良好，跟自己本身相比气温其实也是有回升的。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3度，最低温度也有5摄氏度。南岛南部地区，除了最南端的 Invercargill 以及西海岸的 Milford Sound 会有一点点阵雨之外，其余的地方都会是以晴天为主，而且气温呢，大部分范围之内会回升到0上以上。所以说去南岛的朋友，早晚还是徘徊在0到1度左右，还是要注意保暖的。那么到了明天呢，新西兰南岛最南端可能会下起雨来，其余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奥克兰稍微回升了一点点，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9度。惠灵顿晴天，气温方面是10到13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Resin 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加点菜，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中秋节快到了，还在发愁买什么送给亲朋好友吗？当然是去买向阳坊月饼呀！向阳坊月饼，新西兰本地新鲜制作，选料上乘，多款口味的月饼现在已经隆重上市了。我们有传统风味、港式月饼、台式蛋黄酥，多种口味任君选择。为了方便大家购买，今年向阳坊特意推出了礼品券，买10送1，奥克兰各大分店有售。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心如。那么在9点钟过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那么刚刚在上一个，今天先跟大家说，我们有3个小时可以跟大家来聊新闻。也是不是很多见的一件事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要是对于我们刚才聊到的任何话题，可以利用呢最后这1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聊到了关于，比如说总理去到了太平洋岛国参加峰会，剑指澳大利亚总理 Morrison， 以及我们也聊到了关于新西兰的环境保护的问题，还说到了呢关于就是这个是吧？监狱当中的这封信，无缘无故的就被寄到了俄罗斯的粉丝的手中，这件事情到底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一转，来聊一个啊，在新西兰这边最近也是很多的本地的朋友们也在关注的关于种族的问题。毕竟呢，我们经历了基督城的恐袭之后，这个种族的冲突和问题是在西方的国家当中现在也是非常的棘手的啊。还有包括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各种各样，然后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呢，终于浮出水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呢，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英雄。所谓的英雄当然是打着引号的英雄，就很多人说他是英雄，因为他挺身而出了，就是呢去制止他走了最难走的那一步，迈了那一步。来，我们让心如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好，上周一名惠灵顿铁路员工因一女孩在火车上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叫停了火车，所以大家称誉他为英雄。但是小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在我刚来留学的时候，我在昆街上走着，然后我被一个洋人撞了一下，其实我是很正常的在走路，我也不知道他是喝多了还是什么，但是大白天他撞了我一下，然后他用英文在那骂我，然后还要上来打我。当时有一个白人的，就是另外一个男性，对男性。他就上来把他拉开了，当时我特别感动，因为当时我就在想，那会儿应该怎么办呢？对，指着骂着我怎么办呢？对，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人帮你站这一步，尤其是心如又是，你看他小小的，对吧？怎么样？你自己不是吗？你内心强大。我也是，好吧。电视台常青树。没有，就说到这，我相信啊，很多的移民朋友来到新西兰这边的多多少少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这种经历，有的呢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极端的，但有的呢可能相对来说只是比如说随便说了一句，然后他转身就走了。其实我是觉得啊，昨天我听了一个笑话，然后是关于种族歧视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人在不经意间都会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就比如说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说我走在路上，因为女生长得比较漂亮，然后呢她是一个日本女孩，然后就经常会有人过来听到她有日本口音就会说 Hi, you so beautiful， 就是你很漂亮啊，我可以请你吃寿司吗？然后她就觉得说为什么要问这个话？然后她说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种族歧视，大概可能80%的种族歧视吧，就是一点点的80%。然后他说，如果你想一下，你换位想一下啊，
然后你说你如果遇到一个墨西哥人，你跟他说，哎呀，你长得好帅呀，然后说，我可以帮你付钱，然后建那个墨西哥和美国中间那个墙吗？是不是？他就说你是好意，对不对？你是一个恭维，但是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说出来呢？这个我觉得有点敏感了吧，相对来说。对，他就是说这是一个笑话嘛，这是一个 comedy 说的一个笑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是很多时候你都会，就是你在不经意间，但是对方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可能不是很恰当的言论。所以说回到啊，我们就说的所谓的这个英雄，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一位在惠灵顿的火车的司机。他当时呢，就是像刚才心如说，就在火车上有一个人大喊大叫的发表了这样的种族歧视的言论。他呢就曾经先去制止了那个人，就说你别说了，你再说你就给我下车。对。但是这个人一直没停，还在继续说，所以后来呢，这一位司机就真的把车给停了下来，然后让他立刻走。对，就是你要在这个车站下车，我这个车不欢迎你这种人。然后在这一位我们说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的人出了车厢之后，那么车厢里其他的人呢就给这一位司机鼓掌，所以这件事情呢才被媒体后来关注到，所以去采访了他，就问他说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事情。他也提到说，他说呢，我们新西兰人，他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但是我们需要保护的是这个社会的和谐，毕竟大部分人。像我们新西兰是作为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大家就知道，这本来说白了，对吧？我们说英国人或者哪国人，你又要拿那个对吧？那个条约出来说，本地人，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说这是一片土地，不应该让这样的声音，尤其是在恐袭事件发生了之后，不应该让这样的声音再继续在这个社会当中去蔓延，所以他才做出了这一步。我们的总理其实在之前很多次采访当中说，在种族融合部分呢，我们真的是走在世界比较前端的一些国家。当然他说了，我不敢说新西兰走在第一位，但是绝对是在多种族融合的这个国家里面是绝对超前的。所以说呢，说到这件事儿，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啊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就说这个 Treaty of Waitangi 条约，有很多人是觉得说保护毛利族裔，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当时我还在想，就跟很多人想的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有两部法律？为什么 Treaty of Waitangi 要叫凌驾了，就是并驾齐驱。对，然后制约很多的事情，这好感觉很不公平。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就是这个 Treaty of Waitangi 的存在，或者毛利他们的某一种权利的存在，对于我们移民来说，会不会是一件好事？是，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它是制约性条约，它就是说它拉平了很多事情在某一方主导的权利。对。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存在 ，Treaty of Waitangi 怀唐伊条约，然后这个条约它赋予了新移民权利，同时牵制了本土原住民，但是呢又赋予了原住民反抗的权利，对吧？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论点，就说这个条约的存在，其实对于移民来说，你到底哪儿接受到了这些新鲜的想法？那我也是做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是不是？这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这是主流媒体他们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听到种族方面的言论之后啊，他们探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新西兰人他的这种排他心理。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西兰人他不仅仅是说你是中国的，你是来自于比如说亚洲的或者他就是你是澳大利亚的。对，你是英国的，对，就算是即使是这样，他也是有一种排他，他就觉得新西兰就这么一亩三分地，他不想要任何的新人或者是新东西，这其实是有一个其实还蛮大一个比例的新西兰人的共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件事儿，这是在主流媒体当中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是听众的一个感觉。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有一个想法啊。也有很多我们这个亚洲新移民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弹情绪比较高呢，是因为有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不会反抗，或者是我们本身在某些时候的不应该吧，就是对，就觉得我不应该反抗，或者有的时候觉得我这个比如说自信心没有那么强。很多国家是说你反我，那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国家很好啊，我很强大，所以说我根本不 care 你怎么说。所以说这件事也没有那么
但你说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就说过以前也跟大家聊过，说那到底要不要去直面它？对，或者站出来反抗它。时间关系啊，到了9点20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奖没抽，大家记得抽完了之后，我们继续啊，再跟大家。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 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7月29号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全纽最大的 Baby Show 来了！从孕期到学龄前阶段 ，Baby Show 满足您所有的购物需求，上百种知名品牌的产品特惠供应，与育儿专家现场交流，请登录 babyshow.co.nz 购票吧。BioBegin, maternal and child nutrition health products from New Zealand. Each kind of natural material is extracted by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Make babies thrive. BioBegin, better begin for the baby.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10维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低血、防寒、养肉糖果，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任君选择。电话09525128852512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中文广播电台 FM 90.6，新西兰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娱乐互动的温暖声音，唯一与报纸、杂志、电视、新媒体互动。906朝闻天下，每天早上7点至10点，最及时、最精准。906的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7点伴您回家，最热点、最幽默。APP 全球收听 NZFM 906，一起来吧。5G、AI、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走在信息前沿，才能把握良机。我是李淼，深入浅出。与您分享 IT 新动态。科技风眼每周2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抽奖专线。好，我们极快速，我是 Damian，用最快速的方式啊，把那个 Safari Group 所提供的2晚的华美达住宿券的15和16号，今天快速把它抽完，明天就是大奖诞生的时刻了。对，然后我来说一下，然后我们的奖品是由 Safari Group 提供的华美达酒店以及酒店公寓免费住房券2晚，然后可以适用于全新西兰任何一家华美达酒店，包括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以及 Queenstown 皇后镇。这么多人都在，为什么不跟我们来聊新闻？但是那天人家不是说了吗？然后咱们那个听众抽到了，然后就说啊，住房不要，也是很精彩那天。好了啊，现在我们让这个电话滚一滚，099293906，我们今天抽出15和16号最后2个名额了啊、来，先抽15号呗。好的，我来抽一个。早上好。早上好，你好。
早上好。哇，我的耳机。真的是。你是今天第一天打还是打了好多天？我每天都打，都打不上。好了，你现在虽然不是 very lucky last， 但是是最后一天的啊。但是最后一天，对，请问怎么称呼您呢？我姓张。张女士，就喜欢张女士这种你知道特别兴奋的感觉。我也姓张。来，这位您的电话后4位。3960。3960，好的，没问题。张女士，您是第15号，然后请记住您的号码。所以是明天抽奖是吗？对，明天听哦，我要报一遍，然后如果没听到，那奖就是我的啦。对，明天我们会再来重复一下大家的号码，然后帮助大家来回忆一下，好吧？好的，非常感谢参与，好，拜拜，拜拜。来，心如说吧，抽几号？我来抽。 3号吧。3号。早上好。这可不是我挂的。对，哎呦，马上举手，可惜了。还是3号吗？还是3号吧。来，咱就再给看谁能补位补到3号。早上好。早上好，你好。早上好。哇，你真的是拉皮拉。您真非常幸运。对呀。对，那个刚刚他挂线，然后您这边就补上来，请问怎么称呼您呀？是，特别高兴。请问怎么称呼您呢？我姓崔女士，好的，没问题。那请问您的手机尾号的后4位是什么呢？9800。9800，对吧？对。好，没问题，我们已经记好了，您是第16号。好的，谢谢。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了，现在如果还在线上的，我就让你来评论新闻了。我们给他1分钟。1分钟，还有2条、3条。怎么还会有这个时间再打进来？可能以为我们抽了1个，其实我们2个都抽完了。1分钟啊！如果大家还在，就跟我们聊新闻。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关于种族的这个问题嘛。其实我是很想听家长朋友们是怎么样去教育孩子的，因为毕竟啊，我们的长相，还有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家长朋友们是如何去教育你的孩子？碰到类似的事情，你会选择说，还是应该告诉孩子不要小题大做？那天我们不是说了一件事情吗？当天不是有很多线上有朋友我说了1分钟之后，我要把它接进来。好，来，早上好。早上好，你好。你好。早上好。请问，我想说那个种族歧视啊，我经历过，有人在街上叫我。回家吧，这样。那我看他是白人。那我就问，我说good idea，那你先走啊，你先来就应该先走啊。我说你的祖先呢是来这里抢地方的，我是申请properly come into this country。我就这样跟他说。那他后来有回您吗？拜拜。好吧，不聊了。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你怼了他不太会说什么，但有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人情绪比较激动呢，这就容易激化。对，其实我们刚才虽然说啊，大家勇于站出来回应，但是这跟抢劫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知道抢你这个人啊，到底不能说他都有多坏，到底有多冲动。但是你不知道，对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其实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孩子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如果大家听我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表过很多态。对，我就说呢，尤其是在学校，就表过很多次这个态度。对，在学校，我是觉得如果我有孩子，我可能不希望我的孩子用种族这个问题来解决很多问题，并且我们之前就说刚才说那个话题啊，就说很多家长朋友。他们其实苦恼的一点是孩子的种族认知问题，以及这个因为国籍认知，他们在这边出生了，他们就说自己是 Kiwi， 对吧？这个事儿你没有办法来。对，所以我就如果我有孩子，我可能就会跟我的孩子说，比如说你在学校当中有人用这个话来说，我就会跟我的孩子，或者是一种教育或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孩子啊。就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对种族的这个意识其实没有那么强。他虽然这么说，他只是觉得你不一样。这和说你，比如说你比我胖和你比我矮，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只是觉得你跟我不一样。所以在孩子当中，我觉得不要轻易把它上升是种族的问题，就用孩子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尤其是家长不要把它上升到一个那个问题。其实真的在孩子的眼中，你跟我的你是黑头发和你比我高你比我矮是一样的，黑头发多了。对呀，所以我是这个感觉啊，不知道家长们怎么看。时间关系，又到了早上的9点30分，回来之后，当然大家可以就此事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稍后回来。JP Media 巨品娱乐主办，林宥嘉爱豆世界巡演奥克兰站，9月7日星期六 The Chance Arena 出道10年，倾心力作，前所未见，舞台美学，改写演唱会制作标准，概念完整，幕幕惊艳，堪比艺术展演唱会。登录 tknz.com 即刻购票。主办方 JP Media 巨品娱乐携手海南航空、双子移民、Face Club、Media Display、误查、新中传媒电视、电台全媒体，邀你一起9月7日林宥嘉不见不散。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心如。好了，刚才说到了种族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发表您的观点，热线或者说说您的经历，你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尤其是怎么样教你的孩子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现在观众群里面还在沉浸在那个怎么解决塑料这件事儿，什么搪瓷碗啊，什么铝饭盒啊。你家有没有搪瓷碗？
小时候吗？我爷爷奶奶还给我保留了一个我小时候吃，我很小的时候吃的那个搪瓷碗。现在我家里还有什么搪瓷脸盆儿、搪瓷痰盂儿，这些都有。那个搪瓷碗里头我还印象特别深，是一只大象。然后大象边上都还有点不都是应该公鸡吗？这一类的牡丹公鸡。不是小孩那么可爱的那个大象的形象，然后还有点掉漆。那你有带过饭吗？小时候用铝饭盒带饭？我们俩是一个年代的，你说你带过我有什么好？然后后来铝饭盒就进化成了不锈钢的，对。然后就那时候觉得有不锈钢折叠饭盒嘚瑟。我就那个时候还不是盖在上面，底下是个钢，对，然后底下还可以翻，然后后来就变成进化可以翻的，还有那个把手可以端的，对，那个把手是很牛的，对吧？然后可以折回去，然后把它打开，后来那个盖儿也可以翻开。就以前盖不是要拿走嘛，后来就是变成翻开的，后来有小沿儿的。我还记得后来那个饭盒里面还带那个勺和筷子的，跟饭盒是一体的。是90后是不是听不懂？卡在那个上面。你看导播听懂，我们然后再后来就变成了有塑料的保温的，里面有2层的，然后套进去可以拎出来的，一层一层的。然后一般那个保温饭盒外边还画什么玫瑰花、牡丹花，对吧？然后鸟啊、孔雀啊、雉鸡啊什么的都有。好了，非常好的回忆啊。是。那么说回到新闻方面啊，然后那么说到种族问题，接下来说的不是种族，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说歧视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然后就也不同 level 的、不同这个级别的。种族是其一，男女、年龄，男女是不性别，对，gender，然后包括你的年龄，然后还包括你的这个语言。我们现在就在歧视，导播听不懂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句，对吧？对，因为我们没办法，他没办法加入我们的话题。对呀，我们歧视的。是。好。然后我们就说回到现在接下来要说的是男女。大家如果要是听新闻的朋友，经常听新闻的就知道，新西兰的 Law Society 叫做法律协会，律师协会，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他们既年头久，权力大，又有钱，好吧。我本来不是想说这个，但你说这个比我那个好，又有钱。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Law Society 他们的150周年庆典晚宴就要来了。150周年哦，很牛哎！新西兰才有多少年历史啊，对吧？这个 Law Society 有150年了，那150年当然是一场大庆。那么在这个大庆上，晚宴当然去参加的就是新西兰只要叫得上来名的，没叫得上来名的，准备要进入法律系的。大家都觉得只要能去参加，那是一项殊荣，对吧？所以说呢，这不就开始要准备晚宴了吗？那么晚宴当中，当然大家都要所谓的盛装出席，要去好好的重视一下嘛。对。那么每一次像这种活动呢，都会有一个 dressing code。这个 dressing code 中文叫啥？着装要求。对，我自己都自己会自己抢答了。好，着装要求是怎么写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男士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平常工作的那一种 smart，就是 business attire， 对，就是商务正装。对，就像我们说的，就 Daming 今天也行，别看下半身啊，上半身对吧？就是西装啊、领带等等。然后呢，一般情况之下啊，像我们如果在新西兰这边住过一段时间，都知道，那男女一般它都是一个 dressing code， 就比如说是什么 black tie 就最高的了。或者是什么 smart black tie、white tie， 然后还有 cocktail，然后还有 long dress， 然后什么这些各种各样 smart casual， 这都是一样的。结果呢 ，Law Society 的这个不一样了。男生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是就是商务正装，女生结果变成了 cocktail， 就是鸡尾酒裙子。就如果要是知道的女性朋友就知道，那就是短裙，小洋装，小洋装，对吧？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律师协会当中的很多女性律师表达了一个不满，说你凭什么男生你可以工作的这种正装就可以了，女生你要说到一定要短的 cocktail dress 呢，一定要短裙呢？这难道不是在性别上的一种不公平对待吗？其实你说啊，他现在用的这个词呢是 sexist。就是 ageist 这些就是叫什么年龄歧视啊、性别歧视啊什么这些，其实这些从我的看来是固有印象以及偏见，
你说是谁偏见？我就说这个是对整个这件事情的一个固有印象的偏见。他们既然要求女性穿裙子，这是固有印象，对不对？和我们想要整个呈现的状态不同。然后偏见是说，我觉得女生就应该穿裙子，是不是？对吧？然后他们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就应该穿裙子。还有之前我们不是说很多说播新闻的女生就应该穿套装，你看看你。就是这一类吧，它就是固有印象加偏见，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它是歧视嘛，它又不是说真正的歧视，它是偏见，程度好像还没有那么高。就是可能没有到一个那么高的级别吧。那么就说到这个 Law Society， 大家也知道之前的新闻呢，反正也都是不怎么好听，包括了新西兰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当中就发生了，就女生出来说丑闻嘛，就说他们这些年轻的女性。实习生啊，像这种律师，如果想要进入到工作场合，就会经常会参与一些什么样的 party 呢 ？social 的，就是大老板在，或者是某一些男性员工压力很大，然后找了一些刚刚入职的女性的员工去伴游的新入职场的女性。去参加某一种 party，但是也不是说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直接，但意思就是说呢，所以说这就是说之前说那个一些新进的人投诉一些资深员工，然后对他们比如说进行了无论是言语上的一些挑逗、霸凌，或者甚至更进一步的性骚扰这一类的吧。所以说呢，就听到这个我们说 Law Society 的这样的一个 dressing code 之后，大家就说，他说哦，原来不是说某一个律师事务所了，就说你整个的这个 society 的协会当中和这个大的团体当中，都是这样一个风气。当然，这条风气这个词用的有点重吧。但是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人也在说会不会太敏感？就说人家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比如说这个 dressing code， 你说希望大家来穿什么 cocktail 啊，就是这种小的小洋装、小晚礼服的这个样子，那也只是一个建议，毕竟是 dressing code 嘛。他只是说，这样子会不会大家看起来好看？他也是为了一个活动，他说你也不用非常敏感，你不愿意穿，你要穿裤子，也不是说你穿了裤子，人说哦你没有达到 dressing code， 你不许进。他说会不会也有这种过于敏感了？会不会有点不太对？这是其一。其二，也有人说，就说男女嘛，那本身我们的身体就是怎么构造的，那就会有互相吸引。他说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女性觉得并没有，其实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就是逗你玩一下呀。或者是说，只是觉得这就越描越黑了。那我就描不回来了。没有，他们的意思说其实他们想要给一个官方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着装是 inappropriate behavior， 就是得体大方的，所以我们才给女性安了这么一个 cocktail 的一个 title， 让大家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氛围。但是说其实这个事儿大家看重了。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话，我们也没办法做评论。但其实讲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被 offense 的，就有一点点，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出现在别的场合，可能 OK， 你是法律协会。我昨天问了你个问题，我说明天晚上我们一起会出席这个活动，我说你要穿高跟鞋，这个算offense 你吗？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吗？如果要是你说，我可能就会觉得如果是观众说，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你就会说关你们什么事儿？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这是这个晚宴当中的要求，说就说女生必须穿高跟鞋，不穿高跟鞋不许进，那我觉得就是一种 offense。那人家没说不穿那个 cocktail。对呀，所以才有人说不要反应那么激烈嘛，对，只是一个就是指导性的建议。所以说就说到这儿，我就说嘛，就说很多的女性，我刚才说什么，然后被你打断了，忘记了。好了 ，anyway 了，反正大家可以来说，就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会不会感觉这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或者是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我说其他的行业如果做出这个，我觉得是 OK， 但是它是律师协会。那律师讲真的，他每天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对吧？那他们的对于字和句，或者是对于这些东西，他应该很敏感才对。他成天你说研究法律条款呐，你研究 contract 啊之类的，你说这个东西，你说我就是随便写一写，我没有留意，好像听起来就没有那么有说服力。你想太多了，律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你想象的说的那个可能那么高的一个位置的律师，他是个职业。当然，他不是一个神职人员。就像我们说，觉得是做医生的，所有病都会看，
做律师的所有关系都能断，就是说大家不能以偏概全了。我觉得当然有好有坏，然后每个职业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或者潜规则也好，不管你怎么叫它吧。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大家跟我说一些别的行业什么的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规矩。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会不会像这个我们说的女性的律师一样，感觉这是一种对她不好的影响，就觉得这是对吧？你拽不回来，大家还在讨论盆呢，饭盆呢。好了，时间关系9点45分，好吧，大家讨论盆吧。那我们就稍作休息，后边还有最后一段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新闻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说医疗方面的。现在不仅仅是说看病排队，大家觉得慌了，连药都觉得也是比较慌，是因为有一个新的排名发现，我们也是排在了 OECD 的最末端，怎么回事呢？回来之后带给大家。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至18日，沃达丰会展中心免费入场，期待您的加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打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除了大量的粉刷用具及装修工具，我们还提供额外的服务，解答您的问题。装修问题免费咨询，请洽 Resin 各专门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48分，最后一节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心如。那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新闻，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把吃药这件事情跟大家说。看病难，
什么难？吃药更难。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让心如跟大家来说一说。对，在新西兰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新西兰的药物可获得性居然排名10垫底。分析了2011年至2017年间20个经合国家的8个重点治疗领域。我们可以知道，新西兰这边的气候是非常潮湿的，对，所以很多人是会有关节炎的。所以关节炎、哮喘、癌症、心血管、糖尿病、丙型乙肝、罕见疾病、精神健康以及其他的公共资金，在这20个国家中，新西兰是垫底。哇，心都凉了，我听到。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啊。就说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药品的公共基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政府，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药。就是购买这种新药，以及在每一个领域当中，你这个新药的类型有多少种，跟其他的经合组织国家呢来进行一个对比。所谓经合组织国家，就是大家熟悉的 OECD， 就发达国家当中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虽然我们新西兰人口的确比别人少，那么可能在这个金额上我们吃亏，对吧？对。那人家的国家体量大呀，那我们的 GDP 小啊，对吧？那我们这个部分，那能够拿出去的钱，跟人家是。对吧？没有可比性的，这个我们本来就吃亏。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说钱上面吃亏就算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种类也比人家少得多，就等于说很多的新药我们这都没有，人家不进这儿啊。不是你进不起嘛？啊，对，人家也没有想要进这儿，市场小嘛。我们新西兰这边呢，我一直跟大家在讲，就是说 Pharmac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既好又不好。对，好处就是说呢，如果没有 Pharmac，很多世界上的这种最新型的药，或者是治疗这种，比如说像糖尿病啊，就是说，反正这边常见的几种病嘛，你看，比如说，因为大家肥胖率也高，然后呢，气候原因呢导致大家有关节炎，然后糖尿病，然后还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癌症。对。所以说，在这方面，如果要是真的没有 Pharmac， 大家要是真的去市场上买药，药神殿也看了吧，就知道这个到底有多贵，你也买不起，所以有了 Pharmac 之后呢，就使得如果是通过 Pharmac 来购买的药，我们的确是便宜了。但是缺点是什么？它就要走程序。对，那什么时候能排到？对，并且呢，它也帮你选择了在这个领域你要吃的药，你的自己选择范围就小了嘛，对吧？就等于说 Pharmac 去选。他认为这个药，比如说是投入少，但是呢治疗的人数又多。因为作为 Pharmac， 他要考虑的是，我把这个药引进来，如果只能治 Damien， 那肯定不会治，对吧？我就这个意思。但他如果能够治我们全公司，不是治我们仨就行了，把小娇包括进去。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Pharmac 考虑的是这一点，因此呢，这就出现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文章当中或者这个报告当中就说，我们这边现在新西兰就在所有 OECD 国家当中是最后一名，就是因为我们在各个种类的药太少，而且有一些种类，比如说像癌症。几乎没有，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了，对，所以这才为什么国家党和工党现在先后出台很多的政策，专门就出来一个机构，专门就来处理癌症相关的一些治疗和药物。对，然后癌症的相关药物，现在大家就说了，到底有多少种癌症相关的药物是真正直接关系到和现在立竿见影，大概可能有6种，然后是需要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然后如果没有公共资金资助，你买不起。而且它有一个数字其实挺惊人的，就说别的国家到底比我们多少？不是说按数了，他直接说其他的国家是我们新西兰的3到10倍。但是3到10倍这个 range 也有点宽。那看跟哪个国家比，对不对？但是你听完了之后就发现，新西兰的医疗的这个领域的确是有很多它自己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人口，不是叫人口啊，就是医护人员的人数短缺。我们的设备短缺，床短缺，然后现在包括药，其实也是在短缺的。对，然后绿党还要管着你病人吃啥，不能吃肉，对吧？所以说很多一系列的问题都在体现新西兰的这个医疗啊这个方面。的确，如果我们就说吧，从照顾上，或者是说从你的一个体验上，的确是它是给你，无论你有钱没钱，无论你是谁，你是总理还是我是小娇，都会给我同样的照顾。这件事情是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去点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治病，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的部分，但另外一方面，你还是想要治好病。但是最可怕的一点还是什么？刚才我们不提到时间嘛，就是说你要有一种新的药品，要怎么样进入这个 Pharmac？
包括怎么样这个进入这个公共药物提供的这个公共资金呢？它在新西兰平均需要花费到512天，对呀，才能通过。对呀。但是在别的国家呢，人家只需要平均剩下20个国家嘛，剩下19个国家平均都233天。我们是人家2倍。都多。对呀，对呀。那你说？哦，对，我不会，是2倍都多哦，真的是。真的是，你说就人家1年进2种药了。1年进2种药差不多，咱们可能2年才进1种药。你们数学都好好，我心好寒呢。所以说呢，看完了这条新闻之后呢，当然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现实，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给国家提醒。我们就说说这个医疗体系的确是每一个政党他们都在努力，这也是拉选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对，大家要知道，医疗是谁此辈子也就是避不开的，对吧？你谁都有生病的那一天，你都要跟医疗去做交道，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关乎到每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就来看呗，既然所有的报告都摆在眼前了，告诉你到底有多差，那从0往上走，是不是应该快一点呢？你都已经到底了，你说是不是应该绝地反弹呢？那你说明年上升到19，那也是进步嘛，是对不对？可以，大家可能听起来心里还会稍微舒服点吧。所以说无论如何就是关于医疗方面，也是跟大家说，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在有一些领域，其实新西兰的我觉得公共医疗还行，公共医疗，我当然不说你等候轮候时间了，就说整体的体系，公共医疗，对吧？那美国没有，对不对？咱两个就是为什么在这儿等着呢？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在有一些领域其实也是非常先进的，其中就包括比如说像眼科。对，还包括了比如说像心脏，其实新西兰在这2个领域我知道的我听说的就是在世界上其实都是还算领先的，对，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有值得骄傲的，也不用太过于的。当然还有像比如说关节关节炎这些，就是要等，都是在新西兰有一定话语权的。或者是还有像比如说像黑色素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多，那真的是多，对。所以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更有澳洲也比较有经验，对，反正大家都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好了，反正这条新闻就告诉大家自己心里知道一下我们希望这个医疗可以越变越好，无论是从资金的投入方面，还是从整个的管理方面，都可以有一些进步，那就看政府的了。反正我们也看 Pharmac 在未来的1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有哪些新的药品，包括对于癌症方面药品的支持都会有哪些进步。我们也希望明年我们的名次能稍微往上提一提吧。好了，时间关系到了9点57分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的话题。明天又是星期5了，我们还会有大奖诞生所以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消息，明天见，拜拜。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